一个保姆受奸人指示，竟然扛着一个装有50万的冰箱放在了雇主家里，并且还举报了雇主市政办秘书长贪污受贿，以至于市政办秘书长被诬陷判刑10年，导致我这个秘书长的嫡系被降职到偏远乡镇的农办任职。更可气的是，与我相恋5年的女友，见我大势已去，竟然劈腿了我的同事。不久后，刚满40岁的我，就在一次抗洪抢险中溺水丧命。本以为大水一冲，一切都烟消云散，可没想到，睁开眼睛一看，竟然重生回到了15年前，市政办秘书长刘富贵被双规后的第一天。金佐曼打这个电话报信。说完之后，刘富贵留下一张有号码的纸条，急匆匆地离开了，消失在6月飞雪之中。但仅仅半个小时后，我就接到了市政办最好同事李晨的电话。组长，刘秘书长刚才被市纪委带走了。这时我这才意识到，刘富贵交给自己的电话号码有多么的烫手。上辈子的我被吓懵了，一直都不敢拨出这个电话，那么这一世自己还不敢打吗？上辈子失去的，我这辈子一定要拿回来。喂，哪位？我叫君佐曼，凌云市政府办的，是刘富贵秘书长让我打的这个号码。他让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对方的声音不带一点感情色彩，犹如寒冰般彻骨的冷。此时我藏了一个心眼，没有立马说是，而是开口问道：我能信你吗？这时苏慕云一愣，很快意识到不对劲。是不是他出什么事了？刘富贵是我爸以前的秘书，你可以信我。刘秘书长出事了，他因贪污被保姆举报，市纪委在他家冰箱搜出50万现金，现在刘秘书长已经被带走，立案调查了。知道了。这女人到底是哪路神仙，架子这么大？与此同时，即将省委4号别墅内，爸，刘富贵出事了，在凌云市被保姆举报，说他贪污，50万现金被市纪委搜查到，现在已经双规。消息哪里来的？一个叫君佐曼的，说是凌云市政府办的。能把富贵逼到这种程度，用一个基层人员传话，看来对方的确急了，不过是竞争个副市长而已，就如此激烈，连市纪委都出动了，看来这凌云市纪委要尽快配备纪委书记了。我在家等那个神秘女人回电话，可等了足足半个小时，都没见那女人给我打过来。不管怎么样，电话都打过去了，信也报了，剩下的听天由命吧。于是我准备出去吃饭，刚出门就遇见老对手林耀东跟女友王美丽。这不是我们的君佐曼组长吗？我听说刘秘书长被查了，啧啧，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50万啊，好大的手笔，干部的好名声都是被这种人败坏了。闻听此言，我脸色顿时一沉，想到了上一世林耀东丑陋的嘴脸，在新上任的市政秘书长田光汉面前大肆说我坏话，导致我被降职调岗。这种小人简直就是市政办的耻辱。林耀东，一切还没有定论，你不要胡说八道。搁浅的鲸鱼快死透了，有什么得意的？林耀东抢我的女人了，还敢这么恶心我，就是仗着他老爸是市委组织部的科长。行了，你俩别吵了。君佐曼，我和耀东要订婚了，今天特意请了市政办和我们医院的同事去 KTV 唱歌，你要不也来？王美丽她想让我彻底对她死心，那么这种方式是最彻底的，让我亲眼看一看她和林耀东的订婚之夜。是吗？这样的大喜事，我得去啊。很快到了包厢，此刻包厢内已经有了不少人，一部分是市政办的同事，另一部分是王美丽在医院的同事。今天全场消费，我买单，大家别拘束啊。很快大家就该吃吃该喝喝的。10分钟后，王美丽拿着一颗钻戒对我说道：这是耀东给我准备的钻戒，花了3万元，差不多是你1年半的工资，如果扣除你的衣食住行和往家里寄钱，可能你攒3年都未必能买得起。所以你到底要说什么？直接一点。我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任何幻想了，我和耀东今天订婚之夜，估计年末就要结婚，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俩，好吗？王美丽的话说到这里才算是图穷匕现，这也是她邀请我来 KTV 的目的。这时我们科室的周慧说道：君佐曼，王姐的话你听明白了吧？意思就是让你不要癞蛤蟆吃天鹅肉。周慧，你这话不对啊，癞蛤蟆怎么能是军组长啊？我们军组长马上就是副科长了，是不是啊？军组长还有个屁副科长啊！刘秘书长贪污，市纪委都出动了，还哪有什么副科长啊？那岂不是说我们的军组长没戏了？就在这时，一个女孩进来说道：美丽姐，不好了，关梦瑶在洗手间门口被一个老男人缠住了。这时王美丽也是脸色一变，关梦瑶是她的好闺蜜，如果要是出事的话，她可没法交代。耀东，我们去看看。另一边，洗手间门口，小妹妹，走，陪我喝这杯。你给我让开！你谁啊？我不认识你。你给我放开他！小子，你他妈谁啊？学人家英雄救美。林耀东刚要发怒，目光却是一变，他显然认出了吴建才的身份，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太冒失，竟然没弄清楚局势就冲上来。原来是吴总。好，认识老子就好。吴总，给我一个面子，这是我女朋友的同事。给你面子？你算哪棵葱？
我是市政办综合科的林耀东。没听过。我爸是林良明，市委组织部的科长。吴建才可是建材实业的老板，资产数千万，在整个凌云市官场都是座上宾。吴建才一听林良明，这才有了印象。怪不得敢玩英雄救美，原来是林良明的儿子。要是平时的话，也就给面子了。毕竟林良明后代也是个实质政客，但今天不行，你爸也不够资格。此时林耀东瞬间头皮发麻，只觉得局势失去了掌控。他最大的背景就是他爸，现在吴建才说老爸都不够资格。吴建才见林耀东不服，立马打了个电话。只见从另一个包厢里面走出几个中年人，但官微一个比一个足，是招商局的马局长，公安局的陈副局长，田秘书长。耀东，你不是跟你女朋友举办订婚仪式吗？跑这里干嘛？田光汉是他上司，下班之前林耀东专门和他汇报过此事。呵呵，田秘书长，这小子刚才想玩英雄救美，还骂我。田光汉面色顿时一变，随即朝着林耀东大骂：赶紧给我滚回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我们几位领导在和吴总谈生意，不要在这里胡闹，破坏了招商，这是大罪。林耀东只觉得冷汗涔涔，自己老爸在这里都不算大官了，还有比他更大的。他意识到自己怕是救不了关梦瑶，于是也不想管周围的目光，只想灰溜溜地走回自己的包厢。算了，给你爸一个面子，这女还挺不错的，就让她陪我们喝几杯酒，我就放了她，如何？吴建才也不是蠢货，他也知道事情闹大不好，于是给了林耀东一个台阶下。此时林耀东立马脸色泛着喜色，急忙答应：好。不行，不可能。美丽，你同事不领情，不怪我了。梦瑶，别闹了，陪几位领导和吴总喝几杯就没事了。关梦瑶满脸的冷意，对王美丽也失望心寒，亏自己把她当好闺蜜、好同事，原来是这种人，她绝望了。下一秒，一道很平淡却又很坚定的男人声音响起：给我放开他！领导被查，女友劈腿，小人排挤，被迫停职，开局迎来至暗时刻，但我丝毫不慌，只因前世早有经历，重生一世，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一切。只是我万万想不到，人生轨迹竟然因为一通电话而改变。为救领导，戒掉市纪委调查组，却又意外地引出一场惊天风暴。你也想英雄救美？你爸又是谁啊？我爸是农村种地的。你一个农民的儿子，你也该拦我？吃包子摘了吗？吴总，您这么个大人物，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本事？还有诸位领导都在这里，影响这么恶劣，万一传出去，岂不是被老百姓议论？这话一出，几个领导脸色都变了。这是明晃晃的警告和威胁，这是传出去，虽然造不成实际威胁，但也会给他们增添麻烦。老吴，别跟小孩置气，走吧，咱们继续喝8+1。吴建才心里再有不爽，也只能笑呵呵的点头答应。很快，我把关梦瑶送回了家里。爸，我被人欺负了，在 KTV， 是军佐曼给我解了围，不然我就被那个吴建才抓去陪酒了。谢谢你救了梦瑶，你在哪个单位任职？我诧异的看向关铁林，然后又望着关梦瑶，靠着前世记忆，我瞬间明白了，关梦瑶的爸就是刚上任的市纪委书记。我在市政办综合科任职，我领导是刘富贵。军佐曼为了救我，得罪了招商局的马局长、市政办的田光汉副秘书长以及公安局的陈副局长，可想而知他以后在市政办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爸，请你帮帮他。佐曼，你愿不愿意来市纪委监察室工作？关铁林抛出这个橄榄枝，一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女儿，二是想利用我救出刘富贵，因为他俩都是省纪委书记苏玉良的嫡系。我愿意。好的，先以借调办案的名义到市纪委工作，到时几成熟再转正。你明天到市纪委报到。第二天监察室里，根据省纪委反馈有关于凌云市涉嫌违法违纪干部名单，市纪委高度重视，从即日起成立市纪委调查组。你们4个都是被借调过来秘密办案的。组长军佐曼，组员为蒋大虎、陆亦可、侯东来，我是监察室主任柳强。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即前往纪委双规宾馆106房间，去审查一个叫刘富贵的市秘书长。散会。很快，我带着组员来到106房间门口。蒋大虎、侯东来，你们2个在外面守住，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我跟陆亦可进去审讯。明白。我叫军佐曼，现在代表市纪委调查组与你谈话，请刘富贵秘书长好好配合我们的调查。如果你是冤枉的，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自己的同志蒙冤受屈。有什么话，请你说出来，不要拘束，听懂了吗？此时刘富贵望着我，虽然只过了2天时间，却恍如隔世一般。他心里很是震惊，我一个市政办的人，是怎么进入到市纪委调查组的，还成了组长。顿时想到自己背后的靠山出手了，他心里终究看到了希望。你放心，我一定好好配合调查组。刘富贵，请你交代一下冰箱50万现金的来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栽赃嫁祸。据我们所知，放在冰箱的50万现金来自你的账户银行卡，是这样吗？我心里很清楚事情真相，其实想要破案的话，也只需要1夜而已。但这件事的重点并不是刘富贵贪污，而是市纪委副书记徐有才对刘富贵开展了不正当的竞争，使用这种卑劣的阴谋陷害刘富贵。所以我要做的事情，不仅要还刘秘书长一个清白，更要让徐有才下马。
是，但那张卡虽然是我的名，可我一直没用过，银行记录摆在那，你们可以去查。你家里保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举报你贪污？你跟保姆之间有什么矛盾吗？没有矛盾，我家保姆是个干活认真的人，她家里条件不算很好，有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伴，还有一个先天心脏病的女儿才7岁，我也是看她可怜，才选她做了保姆。感谢你的配合，今晚上好好睡一觉，不要多想，组织上不会冤枉自己人，也不会偏袒贪污犯，你早点休息，有什么需求敲门叫我，我就在外面守着。组长，您们回去休息吧，我来守着。不用，我在这里守着，你先回去休息，明天来接我班。好的，组长。一旦徐有才派人过来要见刘富贵的话，谁能阻挡？谁敢阻拦？而且徐有才一定会派人过来，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必须是自己亲自镇守在这里，任何人都别想进入房间。蒋大虎，给你一个任务，一定要完成。你是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肯定对银行系统有所了解。我给你一条线索，你去核实，核实完了之后不要声张，偷摸的告诉我结果。我跟蒋大虎说了悄悄话，他瞬间明白了。组长，保证完成任务。组长，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刘富贵案件有3个疑点。第一，如果你是刘富贵，正处级干部，你会把你贪污的钱明晃晃的放在家里冰箱吗？第二，如果你是刘富贵，你会将把柄暴露在自家的保姆面前吗？这种事情但凡连普通人都知道，更何况刘富贵可是正处级领导，会不明白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贪腐的金钱会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吗？这是生怕市纪委不知道自己贪腐。以上3个如此简单的疑点，你说为什么市纪委的办案人员要自动忽略？陆毅可见我这么说，也反应了过来。是啊，这么简单的疑点，为什么？陆毅可突然愣住了，而后沉默下去。他顿时明白了，这个案件早就不局限在贪污本身了，没想到自己竟然卷入了一场斗争之中。所以你让蒋大虎去查什么？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就在这时，监察室的副主任吴三清带人来到了这里。原来是小陆啊，这么晚了还在执行任务。还有这位小同志，天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组长，这位是武三清，监察室的副主任。我听了名字，心里一惊。徐有才，包括这个吴三清，都是前世陷害刘秘书长的人，就是他们组队给刘富贵诬陷罪名。吴副主任好，我在执行任务，今晚不回去，谢谢您的关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是纪委的工作人员都要懂得养生。小同志，还是回去休息吧。此时陆毅可看向我，眼中带着忧虑，他已经猜到了吴三清来这里的意图。我已经明白吴三清要做什么，让自己回去后，他肯定要见刘秘书长。吴副主任，我是调查组的组长，我有权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很感谢您的关心。天色不早了，您回去休息吧。君左慢，别给脸不要脸，赶紧回去。吴副主任的话，你敢不听？哼，你是想威胁市纪委调查组人员吗？你要干什么？想干预市纪委调查组的办案吗？一听这话，后者气坏了，这么大帽子扣过来，他可戴不起。小子，你他妈很不错的小伙子，那你继续工作吧。说完，他俩转身快步离开了。回到办公室，吴三清拨通了一个电话。徐书记，那个叫君左慢的小子看得很严，我没能进去。什么？你还对付不了一个借调过来的小子？那小子看似年轻，实则老道得很，很会扣帽子，质问我们是不是要干涉办案，要威胁市纪委调查组工作人员。他这帽子扣下来，我就不太好出面了，否则影响更不好。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君左慢这个碍眼的东西踢走，不然刘富贵一旦洗刷了清白，以后没咱们好日子过。他可是市政秘书长，权力大得很。徐书记，能不能让市政办那边出手？多，愿闻其详。徐有才来了兴趣，打算听一听吴三清的高招。这老小子最喜欢搞阴谋诡计，这次刘富贵被污蔑贪污50万，从头到尾都是吴三清做的。吴三清找的人，吴三清弄的假证据，可谓是天衣无缝。徐书记，市政副秘书长田光汉，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起来啊？一旦刘富贵垮了，收益最大的可就是他，可不能光咱们出力，他享福啊。你这老小子真他娘的是个人才。老吴，你做副科也有几年了吧？最近咱们纪委第3纪检监察室主任老黎要退了，我打算推荐你做第3室主任。老吴，好好努力，这件事成了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徐有才这话已经是赤裸裸的明示了，只要把刘富贵案件砸实，这件事就成了。你好我好大家进步。您放心，一定不会出问题。那就这样。徐有才放下电话，顿了几分钟后，他又拿起手机打给田光汉。徐书记啊，领导有啥指示啊？老田，别叫领导了，我进入市政担任副市长这件事可能要有变故啊，做不了副市长，我可不算你领导啊。田光汉心里顿时一紧，立马急了。
徐有才潜台词的意思是，他做不了副市长，你田光汉也就做不了市政秘书长，因为刘富贵可能要爬起来，又活过来，到时候大家谁也别想晋升。徐书记，怎么回事？最近刘富贵案件出现了麻烦，你想必也知道市纪委组建了调查组吧？你们市政办的这个军佐曼，就是现在调查组的组长，这小子可真的是倔驴啊，坚守原则，不懂变通。我的人去见一见刘富贵都不行，我也没别的意思啊，你别多心，我就是觉得这军佐曼如此认真的工作态度，不回到你们市政办，真白瞎了啊！老田，我这还有事，先不说了。徐有才说到这里，立即挂了电话。军佐曼，你想让你的老主子平反昭雪，做梦！他立马拿起电话拨了出去。林耀东，今天是你值班吧？立即以市政办公室名义给市纪委办公室和市纪委组织部发函文，要求调回我市政办军佐曼，立即。好的，我立马去办。幕后黑手徐有才为了把陷害市政办秘书长刘富贵贪污的案子做事，竟然暗中勾结市政办副秘书长田光汉，想要把我从市纪委调查组撤回借调函。我重生一世，殊不知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吴主任，这是军佐曼的撤销借调函，请过目。军佐曼，田秘书长申请把你调回去了，市纪委办公室以及市纪委组织部撤销了借调函，现在请你回市政办去。吴主任，你这话错了，市政办他也回不去，他被停职反省了。此时林耀东小人得志的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会后，我来到了纪委大院的门口。军佐曼，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难道还寄希望于回到市纪委调查组吗？林耀东，你知道半场开香槟的典故吗？还做梦呢！刘富贵完了，你也完了。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可你现在别忘了，你在市政办是停职反省阶段，你能去哪？你还能翻天不成？就在这时，关梦瑶开车来到这里。佐曼上车。我能去哪？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好日子快到头了。嘿嘿。此时林耀东恶狠狠地咬着牙齿，望着离去的车影，心里全是怒火，因为他突然认清一个事实，看似是他抢了我的女人，又何尝不是我开过5年的二手车，他完全是捡了一个破车。想到这，他的心无法再平衡了。梦瑶，谢谢你帮我的忙。你上次在 TV 不也帮了我吗？扯平了。梦瑶，我们现在去接蒋大虎，他查到了猛料，然后再去你家跟你爸汇报，我怕再出差错。好的。很快接上了蒋大虎，来到了市纪委书记关铁林家里。爸，佐曼有事要和你说，我先回房休息了。好的，你去休息吧。关书记，我被撤回借调令了，没办法参与查案。不过在这之前，我叫我组员蒋大虎查到了重要线索。大虎，你跟关书记汇报一下，我叫你查的是。组长，你可真神了，你是怎么知道这50万元先后跨了3个银行？关书记，是这样的，我调取了刘富贵所在的商行账户，在2天前有一笔50万汇款，是建材公司流出的50万，最终通过3个银行3个人的跨行转账流入了刘富贵的商行账户。关铁林看着银行明细数据说道：这算什么案件重要线索？这只能说明刘富贵存在贪污事实吧。关铁林有些不明白，这些银行的汇款和出入明细有什么特殊的？之前的市纪委办案人员也查过类似的明细，所以抓到了给刘富贵汇款的人，叫张超，是一个搞市政项目的私企主。他跟市纪委坦白，是他花了50万贿赂刘富贵，拿到了400万的市政项目。关书记，是这么回事，那个贿赂人张超交代是他承包了市政的项目，然后贿赂刘富贵才拿下来，可实际上这笔项目早就在1星期之前就已经承包给了张超。我是市政办综合科的人，我很清楚这个项目。这又说明什么？我觉得关铁林陷入了思维误区，所以我继续解释道：这是疑点，一个1周前就已经被张超承包的市政项目，可这笔钱是2天前才打到刘富贵的账户。我觉得没有一个贪污干部愿意先办事后收钱，当然假设刘富贵喜欢先办事后收钱，可他不至于用自己账户卡收钱吧？更不要说放在自家的冰箱里面。而且他们转款的时间，关书记你注意到了吗？瞬间关铁林脸色变了，立即仔细地看着这些明细跟转账时间。建材实业公司账户在2月24日上午9点15分从工行账户跨行转出50万到杨凯的建行账户，杨凯是从2月24日上午9点25分把这50万又转到了齐成的农行账户，齐成收到钱之后，又从2月24日上午9点30分把这50万转到了张超的商业银行账户，张超随即在上午的10点10分把钱转到了刘富贵的商业银行账户。最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刘富贵家里的保姆举报他贪污，是2月24日上午10点50分，市纪委立案是在下午3点，入户搜查刘富贵家里是在下午5点，发现冰箱有50万元，最后市纪委人员把刘富贵从车上抓走是在24号深夜的11点30分。这条完整的证据链竟然奇迹般的在1天之内就完成了。关书记你敢想吗？
这个证据链条1天时间就全部到位，假的不能再假。上一世，市纪委人员不查账户，也不分析问题，他们查案只截取到了张超这个人，而且竟然相信了他的供词就是最终供词，所以上辈子在3天之内匆匆结案，把刘富贵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宣判。而幕后黑手市纪委副书记徐有才最终顺利地担任了凌云市的副市长。真是太无法无天了。金左曼，你放心，我会帮你恢复调查组长的职位，你一定要把那些幕后黑手查出来，我绝不姑息。很快，关铁林来到了徐有才办公室，对他说道：老徐，你在市纪委几年了？大概有3年了吧。3年了，是时候动一下位置了。徐有才心里顿时一跳，但可不是高兴，而是紧张忐忑。注意关铁林的话，不是提拔的字样，而是动一下位置。动什么位置？当然是要把自己调整出去。关书记，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到位？请您批评。老徐，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刚来，能对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就是关于借调人员的事，听说有个别人员被送回去了。市纪委调查组的工作会很繁重，咱们市纪委内部对待借调人员的进出往来要更慎重，再慎重。好了，我先走了，有时间去我办公室喝茶。关铁林走后，徐有才心里一惊，他要是还读不懂关书记这些话的意思，他也就没资格坐到这个位置。于是他第一时间就给田光汉打电话，让他再把军佐曼送过来。老田，军佐曼再借调给我们吧。徐书记，你不说的话，我也要提。你们是纪委借调我们市政办的人，怎么能半途而废啊？这让我们市政办很没面子。我一定会把军佐曼送回去，你放心。徐有才当时就不太理解田光汉的态度转化这么快吗？但再仔细一想，就明白了。关铁林能够给自己施加压力，也可以给对方施加压力。看来这步棋行不通了，要换计划才行了。第2天，我重新回到了调查组，并且把调查到的事跟柳强主任说了。刘主任，现在刘富贵秘书长可以离开了吗？还不行，虽然你们调查的证据都倾向于好的方向，但是你们还需要调查一个人，抓到关键证据才行。您的意思是保姆王翠花的证词？我立马就明白柳强的意思，也知道刘富贵案件的关键就是保姆的举报。如果保姆能够重新作证，证明他是污蔑刘富贵，说出真相的话，那么刘秘书长才能真正的洗刷冤屈。如果能找到保姆，并且让他说真相，刘富贵案件就会清楚了。到时候刘富贵案件肯定要提交到市委常委会讨论，想要让常委领导们同意撤案放人，必须把案情做扎实，你懂吗？刘主任放心，我们小组会查清楚，会找到保姆的。只希望领导充分给我们小组放权，同时帮我们挡住上面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调查案件。这一点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上面的因素干扰办案，你们尽管去办案。那我们就先去查案了。随后我就安排陆亦可跟蒋大虎守住刘富贵的门，我跟侯东来去找保姆王翠花。至于为什么我带侯东来去，搞着前世记忆，侯东来是徐有才的人，我想要让他暴露出来。东来，你觉得咱们小组能不能查清刘富贵案件？有组长的带领，我们肯定能查清楚刘富贵案件。你对我就这么相信吗？虽然相处时间不多，但组长的能力我已经看出来了。咱俩这次去找刘富贵案件里面最关键的人，保姆应该有点波折。组长，听说这个保姆不是失踪了吗？你听谁说的？大家都这么传的吧？毕竟刘秘书长的案件影响太大了，大家都在谈论，所以也都好奇关注。侯东来脸色如常地解释着，看不出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啊，案件影响太大了，不过这个保姆的下落我知道。组长，这可是大功劳啊！要是真找到这个保姆，咱们小组肯定会被市纪委表扬。这个保姆的姐姐在东村，通过她姐姐就能找到保姆，还有30公里就到了。不过现在我憋不住了，先去放下水，你在车上等我一下。2分钟放完水，又开了半个小时，来到保姆姐姐王翠香的家里。你们找谁？大爷，我们是凌云市纪委调查的办案人员，来找你老伴王翠香了解点事。他被镇里派出所带走了。带走多久了？快半个小时了。东来，我们走。组长，这镇里派出所为啥带走他？看来是咱们的行程被泄密了。幕后黑手为了阻止我把证人带回市纪委，竟然策划了车祸，想让我跟保姆彻底消失。殊不知我靠着前世记忆将计就计，我以身犯险做局，为了让事态升级，从而引来市委甚至省委的高度重视，就能让对手心存忌惮，再也不敢出手。组长，那现在咱们怎么办？没事，不用管王翠香，咱们直接去找保姆王翠花，上车去西村。组长，你知道保姆下落？是啊，我知道。您这是声东击西，高啊，组长。我笑笑没说话。我来东村在路上故意说去放水，给了侯东来报信的时间，果然来到王翠花大姐家，她大姐就被派出所提前带走了，让我更加确信侯东来就是徐有才放在调查组的卧底。10分钟后，来到了西村保姆王翠花二姐的家。翠花姨，好久不见啊！你给我出去，滚！我不想见到你。翠花姨，刘秘书长对你不薄，
你说你为啥要举报他？你的良心不痛吗？而且刘秘书长一个月给你开2000多的工资，可比我这个公务员的工资都要高。你女儿有先天心脏病，也是刘秘书长推荐医院让你带孩子去看病，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话音刚落，突然王翠花放声大哭。这一段时间她的内心又何尝好过，每天都失眠，活在惊慌痛苦之中。于是我继续刺激道：你大姐王香秀刚才被镇里派出所的人带走了，就是因为你的案子，你已经牵连你大姐了。对于这种人，绝对不能安抚，更不能心慈手软，必须言辞犀利，甚至必须吓唬他，他才能知道后果。果然，一听说自己大姐被自己牵连，王翠花整个人都慌了神。我大姐咋了？为啥被派出所抓走了？你是不是拿人家钱了，才昧着良心做这种事？我拿了5万，我也没办法。女儿的心脏病必须要手术，这5万元可以救我女儿的命，于是我就……你拿的这笔钱不烫手吗？你觉得这笔钱是那么好拿的吗？现在你大姐已经被你连累了，你难道还想连累你家的其他亲人吗？我继续呵斥，根本不给王翠花反应的时间。几句话一问，这个保姆早就傻了，懵了，心里只剩下恐惧。左曼，你去刘秘书长家时，我也经常做好吃的给你吃。你要救救我大姐，救救她，我不能牵连她啊！现在只有你说出真相，帮刘秘书长洗刷冤屈，才能挽回这一切。要不然，你大姐，包括你家里其他亲人都会出事。我说出真相，只求你救救我大姐。这件事跟我大姐他们没关系，不能牵扯到他们啊！同一时间，市纪委副书记徐有才办公室里正在发火。什么？王翠香不知道保姆在哪？你们干什么吃的？派出所难道审不出来吗？我怎么提拔你这样的一头猪？废物！徐有才此刻火大得很，好不容易通过后东来报信，才知道保姆的大姐王翠香知道保姆下落，于是他立即安排凌云市云北区公安局副局长贺斌去办这件事。贺斌得到了老领导的指示后，立马指挥小仓镇派出所所长亲自带队去东村抓王翠香，却没能审问出保姆王翠花的下落，这才有了徐有才发飙的一幕。老领导，这王翠花不知道保姆在哪，我们也没招啊。哼，饭桶，你们就不会开拓思维吗？保姆家的情况，你们不会查清楚吗？他大姐不知道，那就找他大哥、二哥、二姐，甚至他老家的人。我不信问不出来，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小时之内还找不到保姆的下落，你这个云北区的公安局副局长，别做了。贺斌被吓坏了，他全靠老领导提拔，把他从市检察院转任到了云北区公安局，担任副局长。现在要是把他踢下位置，他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呀。于是拨通了派出所所长的电话。你们下仓镇派出所都是猪吗？就不会开拓思维吗？王翠香不知道，你们不会查他二姐、他大哥，甚至他老家的亲人吗？总得有一个人知道吧？给你10分钟，要还是查不到，你这个下仓镇派出所所长就别做了，干你的老本行，喂猪去吧。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一级往下压。徐有才给他半个小时，而他就给派出所所长10分钟的时间。是，局长放心，我这就去查，一定查个底朝天。他挂电话之后，立马叫人去查，果然只用2分钟，他就查到了保姆王翠花家里有二姐，还有大哥。于是他派人分头行动，一个去找他二姐，一个找他大哥。不过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组长，现在就回市里吗？肯定要回市里，不过是我开车带你回市里。侯东来一听这话，瞪大了眼睛，立马问道：那他怎么办？费了这么大力气，不带他回去吗？他的话音刚落，蒋大虎开车来到这里。组长，我来了。蒋大虎，你怎么来了？此时侯东来大吃一惊，满脸不可置信。是我让他来的。啥时候？我咋不知道？侯东来满脸问号，他这一路上也没见到我和蒋大虎联系。你忘了，我们在去东村的中途尿了一泡，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短信告诉的蒋大虎，让他过来的。组长，你还要继续玩声东击西？侯东来随即也明白了我的意图，这是想让蒋大虎开车把保姆带回市里，而他和我继续原路开车返回。是啊，毕竟我怕消息再次被泄露，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大虎，你走小路把保姆送到市纪委宾馆，然后让陆亦可亲自审讯。放心，组长。很快，蒋大虎带走保姆抄小路走了，而我跟侯东来走大路，故意暴露位置。东来，回市里我开车吧，感觉没那么顺利，弄不好咱俩这次要进医院。这次返回市里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对手绝对不会让我顺利的带走保姆。而此刻的云北区公安局副局长贺斌办公室内，贺斌正在打电话，一脸的阴狠之色。什么啊？几分钟前是纪委的人带走了保姆，那就别让保姆顺利的回到市里，你找辆报废车吧。做完事之后，一定要做好收尾工作，别留下把柄。贺斌跟所长打完电话，心中忐忑，这种事他也是第一次做，领导的意图必须领会贯彻，而且他也别无选择了。他身上已经打上了学习的标签，这是摘不掉的。为了仕途，牺牲一个农村妇女，还是一个保姆而已，比较划算。而我这边侯东来心里也紧张了起来。
东来，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啊，我有吗？怎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有啊，组长。你说咱俩会不会出车祸呀？不会，你怎么会这么想？这可不吉利。是吗？可我总觉得要出事啊。我话音刚落，只见一辆小型货车以肉眼可见的超速，至少100迈撞了过来。虽然有所预料，可我应对方式有限，只能是猛打方向盘，砰的一声巨响，侧翻在了沟里。巨大的惯性把我跟侯东来都被甩出了车外。我用最后的力气拨打了120，然后对侯东来说道：“东来，我猜对了，是车祸。”此时侯东来望着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阴森恐怖，更是内心惶恐。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可以说都在君佐曼的预料之内，他早就看穿了徐有才的招数，甚至连车祸这种情况都预料到了。但最可怕的还是君佐曼明知道有危险，却还是选择以身犯险，以身为饵，只为了把对手钓出来，让他们入圈套，以保姆回城为饵，以他自身为饵，骗对手出手。这种人简直太可怕了，一个连自己性命都给拿来做局的人，绝对是个疯子，以后绝对不能得罪他。我以身犯险，弄不好就是丢掉性命，可受益也是无穷尽的。市纪委调查组的组长办案出车祸，就可以让事态升级，从而引来市委甚至省委的高度重视，能让对手心存忌惮，再也不敢出手。这也就是我的目的之一。在我弥留之际，我听到一个声音：“贺局长，保姆不在车里，我们都被骗了。”半小时后，我跟侯东来已经躺在了医院里。此时，市长刘勇、市纪委书记关铁林、监察室主任柳强等等重要人物都来到了医院。刘市长，一定要让交警支队抓到肇事者，一定要严惩，太恶劣了！看车祸现场的情况，明显是故意撞车。我一定会让交警那边把那个肇事者找出来，给你们市纪委一个交代。副局长为了完成老领导交代的任务，竟然自作主张安排大货车撞向载有保姆的车，殊不知保姆不在车上，而是把我这个市纪委调查组的组长撞进了医院。这下他们摊上大事了。贺斌，谁让你擅自行动的？你胆肥了，竟然敢动市纪委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死咱们所有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阴谋，这是故意的车祸，你真把所有人当傻子吗？此时徐有才非常后悔提拔这个蠢如猪的副局长贺斌，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斗争，必须要围绕在规则允许之内。可是贺斌自作聪明的要把市纪委的人给做掉，这就是彻底的破坏规则了。上面的板子打下来，他这个市纪委副书记都扛不住。徐书记，您放心，已经处理好了。那是一辆报废车，没有牌照，也销户了。司机是我找的一个社会闲散人员，给了他10万元，他已经跑路了。这个时候估计已经离开凌云市了。那就行，但以后不准私自行动，否则你死活我不管了。1个星期后，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病房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佐曼，你感觉怎么样？听到你车祸的消息，我很担心啊。你是咱们市政办的优秀笔杆子，我对你也关心的很啊。此时田光汉一脸猫哭耗子假慈悲，一脸的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他虚伪的样子让我几乎要吐了。谢谢田副秘书长的关心，我没事，死不了，估计要让某些人失望了。你可是咱们市政办的人啊，借调到市纪委，结果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心里很愤怒。我可是把态度撂在那了，让市纪委督促市公安局限期破案，必须给你一个交代。是吗？这可真让我吃惊，没想到田副秘书长这么关心我呀。我故意露出吃惊的神色，望着田光汉，不就是演戏吗？谁怕谁啊？你田光汉敢演，我就敢接，倒要看看你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佐曼，你跟我的确有些小误会，但你说到底都是我们市政办的人啊，我可是公私分明的很啊。你这个老东西都可以公私分明的话，这天底下就没有自私自利的人了。田副秘书长，你能来看望我，我很高兴。不过我现在需要休息，如果你没有别的事，请你离开。哟呵！车祸这件事发生之后，刘富贵出来已经是指日可待了。要不是局势所迫，我怎么可能来看你小子？巴不得你撞出个好歹来，给我好好出出恶气。佐曼啊，听说刘秘书长的案件有重大突破了，这是好事啊，能够洗刷刘秘书长身上的污点，也还咱们市政办一个清白。你见到刘秘书长跟他说我请他吃饭。田副秘书长，我在住院，见不到刘秘书长，收起你那点小心思吧。你个小小的科员，你哪来的资格不给我面子？我亲自来你这里释放善意，你竟然如此对我，真是给脸不要脸！你小子别得意太久了，一切还没有定论。你别以为你们赢定了，还有你已经出了车祸，还不长教训吗？还想第二次出车祸吗？蒋大虎，他是不是在威胁市纪委调查组人员？是的。此时田光汉心里一颤，灰溜溜的走了，回到办公室立马想要对我出手。秘书长，您有什么指示？耀东，你对君佐曼了解多少？既然我不给他面子，那必须把我打掉，大不了和刘富贵撕破脸。反正他背后也不是没有人，并且他很肯定刘富贵即便能够出来恢复原职务，但他这次竞争副市长也泡汤了。只要刘富贵做不成副市长，他田光汉就不需要太担心。
田秘书长，我对君佐曼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即将大学毕业，毕业第1年就以市考笔试活面试第1，进入了市政办综合科。怎么，您想了解什么？林耀东多聪明的人啊，立马就意识到田光汉问这话的不寻常之意。市政办的杂草定期就得清理，不然影响市政办的容貌。田光汉冷哼一声，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白，只是没有直白说要搞我而已。林耀东顿时眼睛一亮，而后嘿嘿一笑，便是开口：田秘书长，想搞他很容易。你有啥主意？田秘书长，君佐曼有一个致命缺点。林耀东嘿嘿阴森的笑着，便开始和田光汉说了起来。两个人开始算计我。另一边我病房内，蒋大虎开始担心我起来。组长，田光汉被你这么得罪了，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他这个人小心眼，是出了名的。我已经忍了2次，所谓再1再2，不可再3再4。既然他要对付我，我也不会让他好过。只不过还不到时间。所谓打蛇打7寸，一旦出手，必须一击致命。再等等吧，还不到时候。对了，大虎，你是警察系统的人，你知不知道一个姓贺的局长？我看向蒋大虎，开口问他。我没有忘记车祸那天我亲耳听到的一句贺局长，那个货车司机估计是个不长脑袋的，打电话汇报都大嗓门，生怕别人听不到背后指使者是谁，这才把对手的底给漏了。贺局长绝对是导致我出车祸的主要元凶之一。贺局长姓贺？蒋大虎微微一怔，然后皱眉思考起来。我想起来了，云北区公安局有一位副局长姓贺，叫贺斌。组长，你打听他干什么？车祸的背后指使者就是这个姓贺的局长。我倒也没有隐瞒蒋大虎，而是对他实话实说。蒋大虎闻言不禁大吃一惊，而后满脸的怒火说道：组长，你既然知道，还等什么？我们去汇报给关书记，让他给你主持公道。现在跑去跟领导说，领导会信吗？况且就算领导信了，证据在哪？光凭借我的一念之词吗？可明知道对方算计，却动不了人家，真难受啊。蒋大虎觉得很憋气，总是这么被动，什么时候才可以扬眉吐气，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当然他也知道，他和我的地位太低，没有权力在手，很难做出犀利的反击，这很现实。没事，总会抓住机会的。对了，那个侯东来在哪个病房？我想见见他。在308病房。蒋大虎一怔，然后还是回答了我，但他不太明白我为啥要问侯东来。这上一句还在讨论贺斌，下一秒就聊到侯东来了，他思维真的跟不上了。我很快来到了侯东来病房。东来，看来你伤得比我还重啊。组长就不要笑话我了。我没笑话你，我的意思是说，卧底还会伤得这么重，你图啥呀？侯东来一听我这话，心里满是惊讶。我就知道瞒不住你，你很聪明。侯东来苦笑一声，这一刻卸下了心里的所有包袱，他也不再提心吊胆，没意义了。因为最恐惧的其实不是审判结果，而是等待审判的过程。现在自己卧底身份暴露，一切都结束了，他接受现实。不是我聪明，而是你太傻了。我为啥要带你去找保姆？你真就猜不到吗？此时我叹一口气，为侯东来的愚蠢而叹气。原来你早就知道。侯东来瞪大眼睛，很是震惊。他以为我知道他卧底身份，应该是在车祸发生之后，可现在听我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早就知道。你还记得吗？咱俩去找保姆的途中，我曾停车下去撒尿。侯东来一怔，然后想起来了，的确有这一幕。当时我下车撒尿，他那个时候没怀疑什么？难道？原来你是故意的，你早就知道我是卧底，所以你故意给我时间和空间，让我把消息传递出去。侯东来仿佛看鬼一样的看向我，这一刻他内心无比恐惧，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我给盯上了。没错，我是故意的，我只是想验证一下你会不会给你背后的人传递消息而已。只是很可惜，你没有通过我的考验，在我眼皮底下还敢传递消息。组长，你为什么会怀疑我？我在这之前似乎没有露出马脚吧？侯东来足足缓了好几分钟，才彻底接受这个事实，但他还是好奇，我是怎么发现的？他自从调入市纪委调查组之后，就没有任何存在感，简直就是个小透明一样，目的就是为了不被人怀疑，可我却依旧怀疑到了他，这是为什么？你自从加入市纪委调查组，就一直存在感不强，可越是如此，我对你越是怀疑。有一句话可能你不喜欢听，但挺恰当，那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就算如此，你凭什么怀疑我？沉默和低调也是错了。低调没错，只不过你来自市检察院。那又如何？听着我的话，侯东来很是不解，市检察院怎么了？徐有才没有成为市纪委副书记之前，就是在市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而你也来自检察院，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你啊。所以组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举报我，把我交给市纪委？不，我不会举报你，也不会把你交给市纪委。我的话让侯东来很是意外，他不知道我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那你想干嘛？你跟我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已经是战友了。对待战友，我怎么会那么无情？我要跟你说非常重要的3句话。第一句，你欠我一顿饭，以后补上。第二句，你欠我一个人情，以后还上。第三句，车祸幕后指使者是云北区公安局副局长贺斌，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吧。他仔细地琢磨这3句话后，就明白了其中深意，这不禁让他心里发沉，面色惶恐。这个君佐曼太可怕了，
这是逼着我跟徐有才决裂啊！可我能拒绝吗？有资格拒绝吗？我的把柄已经被君佐曼捏住了，为了我的仕途，我没得选择。既然入了这个局，成为其中一枚棋子，就得认清楚做棋子的下场。第二天，我跟柳强主任汇报，就接到了我妈打来的电话。佐曼，你弟弟出事了。上司为了报复我，竟然叫人把我的弟弟揍进了医院。我爸去报案，所里的民警却说让我弟自认倒霉，处理不了，这能忍吗？妈，你先别急，慢慢说。我弟弟出什么事了？你弟弟今天早上去学校，结果被几个社会混混揍了一顿，腿骨折了，现在医院。妈，这事交给我处理了，你们把老弟照顾好。刘主任，我弟弟出事了，这绝对是有人报复，不管是谁敢对我家人出手，已经触犯了我的底线，请你批准我回老家处理。这样吧，你想回去的话，就让陆亦可和蒋大虎跟着你，你一个人很危险。很快，我带着大虎跟陆亦可开车赶回我老家开阳县。大虎，你在开阳县公安局或者下水镇派出所有没有认识的警察？开阳县公安局有我2个警校的同学，他们都在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我们直接找他们帮忙。组长，你弟弟被社会混混弄断了腿，这件事病根应该在你身上吧？对，冲着我来的。组长，你昨天得罪了田光汉，今天你弟弟就出事了，会不会是他在背后指使的？应该是田光汉，本来想留他一段时间的，现在看来是时候拿捏他7寸了。1个小时后，在开阳县见到了蒋大虎的2个同学，刑警大队长陈江，刑警中队长王野，跟他俩说了我弟弟的事。陈大队、王队，真不好意思，我弟弟的是要给你们添麻烦了。别这么客气，先去办你弟弟的事吧。那咱们在下水镇医院集合。10分钟后，在医院见到了我爸妈。你弟的事咋弄啊？你爸去了镇里的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的民警说了，这件事不好管，社会闲散人员哪都走，想抓回来很难。别急妈，我这次回来就是为弟弟的事，先说我弟弟吧。醒了吗？你弟弟醒了，但一直不说话，问他也不说。你弟弟的性格你也知道，从小就沉，我怕他想不开，再憋出点事啊。妈，我进去看看弟弟。哥，你回来了啊？认不认识揍你的那几个混混？认识其中一个，他是从我们高中辍学的学生，整天不务正业，跟着那几个人一起混社会。他叫潘大龙。大龙，好，哥知道了，你别多想，好好养伤，剩下的交给哥，哥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受到法律严惩。于是陈大队带着我们来到了下水镇派出所，来了个先礼后兵。请问你们所长在吗？找你妹的所长，我们所长是你能见的吗？我是来报案的。啥事啊？就报案，家里死人了。原本心里就不悦的我，听了民警这样过分的问话，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把你们所长喊出来。顷刻间，几个民警都抬起头看向我，然后哄堂大笑。还想见所长？你在想屁吃吗？你有事没有？没事就滚蛋，别在这碍眼。我虽然想过到了派出所可能不会心平气和，但也没想过会达到这种程度，彻底见识到了下水镇派出所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我弟弟早上在上学的时候，在校门口被几个混混揍了，腿骨折，我要报案。你是不是叫金佐曼？当年考入即将大学那个全县高考状元？这跟我弟弟案件有关系吗？你这小子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所里的副所长，你给我客气点。你是副所长？好，你既然是派出所的领导，那我问你，我弟弟被几个混混打断了腿，这件事怎么处理？你们支区内出现这样的恶劣事件，你们就不管吗？这一顶大帽子扣过来，赵芳直接被我给吓懵了。你他妈谁啊？小崽子，你敢在我们地盘闹事，不教训你一顿，你是不知道警察是干嘛的。此时秦大鹏抡起拳头就朝着我冲过来，然后我从兜里掏出证件，挡在面前说道：“来动手啊！”秦大鹏看到我掏出来的工作证件，上面写着凌云市纪委的字样，立马脸色大变。动手啊？怎么不动手了？不是想让我知道一下什么叫警察吗？另外2人都看到了我掏出来的市纪委工作证件，一个个脸色都变了。而刚才骂我最狠的马安，此刻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哎呀，原来是市纪委的同志，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下水镇派出所的副所长赵芳。你弟弟的事，请你放心，我们派出所一定会查清楚，还你弟弟一个公道。赵副所长，上午我爸过来报案过一次，但你们派出所说处理不了。赵芳脸色有些不自然，立马瞪了眼秦大鹏。秦大鹏连忙上前开口道：“这位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早上你爸爸……”我立即摆手打断秦大鹏的话，不想听他狡辩。我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你们派出所在敷衍他，跟他说这件事解决不了，那几个混混也抓不着，让我弟弟自认倒霉，是不是？看来你们需要有人来督促，才能把案件办好。我说到这里，冷哼一声，朝着门外喊了一声：“陈大队、王队，请你们进来吧。”只见陈江和王爷2个人带着大虎和陆亦可走了进来。你们下水镇派出所想干嘛啊？你们就是这么办案的？刚才我们来到派出所之后，陆亦可出了个主意，让我一个人进来不暴露身份，看看下水镇派出所是如何办案的。没想到下水镇派出所的民警就是这么办案的。
陈大队，您怎么来了？王队，你也在。此时赵芳的脑子一下子就大了，他怎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陈江竟然在这里。陈江还兼着县公安局警风巡查整改工作的组长，只要发现违规的就可以进行处理，轻则口头警告，重则就地停职接受内部调查。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来啊？你们平时就是这么工作的？对报案人还想动粗？王忠民去哪了？他平时是怎么当的所长？把你们管成这样？陈大队，我们王所区开会了，估计也快回来了。秦大鹏对吧？立刻马上就地停职反省。马安、赵芳记过处分一次。赵芳这个副所长也不敢吱声，哪怕他被记过一次，他也只能忍着，立马委曲求全说道：老马，你还愣着干什么？快不去把那几个混混抓回来，给君佐曼同志一个交代。好，赵姐，我这就去。10分钟后，王忠明回到了所里，看到陈大队后，他心里一颤，连忙咧嘴笑着开口：陈大队，你们怎么来了？哼，你可算回来了。你们下水镇派出所的破事，一会再说。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纪委的同志君佐曼，他弟弟今天早上在学校门口被几个社会混混打了，腿骨折，现在还在下水镇医院躺着。上午人家老爹来你们所里报警，结果你们所里的秦大警官跟人家老爹说这件事管不了，让人家自认倒霉。我想问问你们下水镇派出所的民警想干什么？还有这种事，我一定严肃处理。半小时后，老马跑过来说道：3个涉案人员抓回来了，在审问室。一行人很快来到审问室。谁是潘大龙？我记得弟弟的话，弟弟认识这里面的其中一个曾辍学混社会的潘大龙，或许这个潘大龙就是破局的关键。我是。说吧，为什么要做我弟弟？就是看着不顺眼就揍了。聚众斗殴，跑去学校闹事，以故意伤害罪导致人腿骨折，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属于涉黑案件，量刑更要加重，起步就是7年以上。你们确定要撒谎，替人扛雷？我念出有关刑法的量刑标准，潘大龙3个混混心里顿时发颤，面色终于变了。于是我继续说道：想好了吗？是想替人顶雷，进监狱吃窝窝头吗？我不蹲监狱，我说谁指使的？开阳县的刘老四哥，他昨天晚上找到我们，告诉我们把一个叫小浩的揍一顿，最好是打断腿，然后给我们5000块钱。不过他还没给钱，说今天晚上给我们钱，约在下水镇舞厅。如果我所猜不错，他是不会给你们钱了，可能你们联系他都联系不到。不可能，四哥最讲江湖义气，5000块对四哥而言就是大腿毛一根而已。那你现在给你这个四哥打电话，看看还能打通吗？打就打，四哥最讲信用。潘大龙拿出手机，拨通四哥的手机号，然而听到的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也许四哥手机没电了，都有可能，这说明不了什么。冥顽不灵，看来得让你们死心才行。说着，王队拿出手机，直接给刘老四拨了过去，开了扩音，电话响了3声，被接听了。王警官，我最近可没犯法。电话里面响起刘老四的声音，潘大龙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包括其他几个混混都一样的脸色。这个时候才彻底意识到，他们真的被玩了，被耍了，被骗了。刘老四，你刚出来1个月就不老实了，你指使几个不懂人事的小混混去揍人，你还说你没犯法？这是谁传的风言风语啊？我老四现在改邪归正了，可不会干那种事。你放屁，就是你指使我们3个人打人，你不承认是不是？我还有录音为证据，你还说你是受室里面3哥的指使，对不对？你敢录音？王爷不听刘老四的吼声，直接挂了电话。录音在哪？潘大龙立即把录音笔拿了出来，播放。你们几个只要做了这件事，我绝对不亏待你们。实话告诉你们，这件事可是市里的3哥交代的，你们混社会的应该知道3哥是谁吧？事成之后5000块送上，咋样？能得到4哥和3哥的看重，我们的荣幸。这件事我们做了，打断那小子的腿。田老三果然牵扯到了田光汉，这位市政副秘书长，因为这个田老三道上称为3哥的家伙，就是田光汉的儿子。左曼、大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们哥俩能参与的了。没事，陈大队、王队，你们已经帮我很多了，帮我抓到了这几个混混，让他们交代了后面的事，已经很感谢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们处理了，我要回纪委抓大鱼。市政办秘书长刘富贵被诬陷贪污50万，经过我的努力已经洗刷冤屈，而副秘书长田光汉只是混混把我弟弟腿打断的录音也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就是我要雷霆反击时刻。我军左曼实名举报凌云市市政办副秘书长田光汉涉嫌重大违纪违法，情况属实，请组织调查，我愿意承受一切带来的后果。君佐曼，你知不知道你实名举报你的领导，后果是什么？我知道，举报领导犯了官场忌讳，但是田光汉对我亲弟弟出手，造成巨大身体和心理伤害，若是连家人都保护不好，我又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你到底是为了给家人报仇才来实名举报田光汉，还是真的想和田光汉这种腐败分子做殊死搏斗？我是和田光汉这种腐败分子做殊死搏斗，以此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此贪官，人人得而除之。好，既然如此，我去报告关书记，等候通知。不过你先把刘富贵送医院治病，他现在清白了。很快，我带着蒋大虎跟陆亦可来到关押刘富贵的宾馆。刘秘书长，
你现在清白了，我们带你出去治病。刘秘书长原本的胃就不好，而在宾馆这半个月，吃的最多的就是泡面，喝最多的就是冷水，胃肠出现问题了。老毛病了，谢谢你了，佐曼。20分钟后，把刘富贵送到了医院。这位患者，你是哪里不舒服？刘秀红抬起头看到我后，她的脸色顿时变了。君佐曼，没想到会是你，你这是带长辈看病。刘阿姨，你好，是带我长辈看病。眼前的这个女医生刘秀红，她是王美丽的妈妈，曾经也是我的准岳母，不过现在已经是林耀东的岳母。君佐曼，先带你长辈出去等吧，我要下班了，一会有值班大夫过来替班。刘阿姨，你身为医生，患者在这里痛苦，你却要下班，你要是不想接诊，为什么不提前说明白？导致现在挂的号落入你名下了，取消不了，你想让我们重新去挂号，再折腾一遍，去别的医生那里吗？我是真的忍不住火气，刘秀红这种态度，明显是因为自己和王美丽分手之后导致的。然而私事是私事，怎么能因私废公？君佐曼，你这是在教训我吗？翅膀硬了是不是？跟我女儿分手，就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我就不看病，我时间到了，不行吗？此时刘富贵看不下去了，指着刘秀红大骂道：你身为医生，患者来了你不管，你算什么医生？我看你还是主任医师，你就是这样做主任医师的。我怎么做主任医师，还用你教吗？还有君佐曼，你小子，我家美丽没选你，是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你看看你这样子，有啥能耐？要是换了耀东，他要是带长辈看病，早就安排好了高级病房，医生都得主动去病房看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东西，我家美丽那块天鹅肉也是你配吃的。就在这时，医院的院长许林在总务科的科长陪同下来到了这里。君佐曼同志，原来是你来看病啊！上次出车祸就是这个许院长亲自接待的。许院长你好，是我陪我们领导刘秘书长来看胃病。许院长，你们是医院，医风真的很好啊。我胃疼过来挂号看病，结果你们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秀红同志对我说，他下班了，让我等替班医生或者重新挂号。看来我得和市长提一提，你们是医院的这种作风，很值得嘉奖吗？值得大力发扬吗？对不对？刘富贵的话令许院长不寒而栗，浑身发毛。刘秀红，怎么回事？此时刘秀红懵了，傻了，他没想到刚才嘲讽的这个人竟然是市政办秘书长刘富贵，这下是踢到钢板了。许院长，刘秘书长胃痛来求诊，让这位刘医生给我们甩点子。我不知道许院长是怎么管理的医院，我只知道医生应该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可贵医院这位刘医生的做法吗？恕我直言，有点过分。我几句话几乎将刘秀红钉在耻辱柱上，几乎砸了他的饭碗。果不其然，许林一听这话，当机立断，朝着身旁的总务科的科长问道：总务科怎么处理？按照医院相关规定，停止处理。那就停止。刘秘书长，我亲自安排您的治疗，住院。晚上，刘秀红回到家，立马把林耀东叫到了家里，说了今天发生的事。阿姨，你别担心，不就是这件事吗？都不需要我爸出头，我自己就解决了。我给许院长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个事。这么不给面子吗？敢停我丈母娘的职，真是过分了。林耀东立马拨通了院长许林的电话。喂，我说许院长，我是林耀东啊，你怎么把我女朋友妈妈的工作给停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就是觉得刘医生应该恢复工作。恢复不了？啥？恢复不了？林耀东脸色一变，脸上别提多尴尬，跟丈母娘吹得叮当响。结果这位许院长根本不给面子，要不让我爸跟你说？你爸跟我说也是刘秀红必须停止。许院长冷冷地回了一句，就直接挂电话了。本就寂静的客厅，无论是王美丽还是他妈，此刻全都听到了。尴尬写满了林耀东的脸，装叉不成，这种社死的滋味简直是太难受了。耀东，别有啥心理负担，不管怎么说都得谢谢你帮忙。你别劝我，我就不信了，我搞不定一个医院的破院长，我去找田秘书长。回到了市政办大楼之后，他就直奔田光汉的办公室。其实田汉光知道了刘富贵去了医院治病，说明市纪委对他的审查调查基本上结束，这就是刘富贵复出的征兆。田秘书长，君佐曼弟弟的腿断了，这件事您是不是觉得很痛快？林耀东没有一开始就提及王美丽老妈的事情，而是从我下手。只有勾起田光汉的怒火，才能够成功的引出话题，否则他的面子还真未必能够让田秘书长出手帮忙，去给一位市医院的院长施压。痛快，当然痛快。可现在君佐曼还在兴风作浪，他没把您放在眼里。我那个女朋友王美丽她妈妈是市医院的主任医师，今天君佐曼故意给她挖坑，害得她被停职。我知道后，亲自给市医院的许林打电话，可他根本就不给我爸面子，我无奈之下只能搬出您，可许林依旧不松口。您说这是不是不把您放在眼里？耀东啊，最近这段时间不要折腾了，低调一些吧。许林毕竟是医院的院长，他有自己的决断权，毕竟是医院内部的事，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行吧？啊，可秘书长他不把您放在眼里啊，您就忍了，就这么算了。
林耀东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田光汉。他本来就是利用田光汉心眼小的缺点，疯狂地挑拨。他其实根本就没和许院长提及田光汉，自然就没有许院长不尊重田光汉，所以他这么撒谎也绝对没问题，不会露馅。但没想到田光汉竟然这么算了。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人多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家是医院的院长，也是副处级，我这个副秘书长也是副处级，我俩级别一样，他不给我面子，不正常吗？可他怎么和您比呀？他就是个医院的院长罢了，您可是市政办副秘书长，职务含金量都不一样啊。林耀东依旧不死心，还想劝田光汉出手对付许林，让王美丽老妈恢复工作。可有些时候过犹不及，挑拨过头，难免令人怀疑。林耀东，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傻？出去！他怎么可能感觉不到林耀东是利用他？这种小心思太明显了。林耀东慌了，知道自己过犹不及，把田光汉惹生气了。我错了，秘书长，我也是被愤怒冲昏头脑，想维护您的脸面，我错了，秘书长，我这就走。第二天，市纪委会议室里正在开双规田光汉的动员大会。金佐曼，行动吧，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影响，千万不要闹得太大，不然市委那边会有麻烦。书记是不是再慎重一点？毕竟好歹是市政办的副秘书长，说动就动，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此刻，市纪委副书记徐有才有些不同意见，朝着市纪委书记关铁林开口。他心里已经很慌了，市纪委的突然行动让他意识到了危机感。这个时候，若是田光汉被拿下，对于市委书记张扬而言，可是个不小的打击。徐书记，副秘书长怎么了？当初市纪委双规秘书长刘富贵的时候，速度比今天还快吧？而且我听说，好像还是您力主抓捕的吧？那个时候您怎么不说太仓促，影响恶劣？话音刚落，徐有才的脸色当即就阴沉下去，狠狠瞪了眼我，不是好气的开口：“你一个小小科员，这是在质问我吗？”不敢，我只是和您学习。您双规刘秘书长的时候，可是声势猛烈，行动迅速，如同秋风扫叶一般。我也是按照您的意思来说呀，您怎么反而生气了？陆毅可跟蒋大虎实在是绷不住脸，忍不住笑出声来。你，徐有才浑身气得发颤，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科员，此刻竟然把他对得哑口无言，自己偏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不好意思再阻拦。我没意见，双规吧。双规一个副处级干部不能太随便，刘主任你带队。好的，关书记。行动吧！现在是上午9点12分，10点前把人带回来，送到市纪委秘密宾馆。双规副处级田光汉的大会全票通过。就在押送田光汉回市纪委的途中，田光汉的幕后保护伞出手了，竟然派市检察院的人直接拦住市纪委的车把我带走了，给我按一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对我立案调查。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张书记，出事了！市纪委的人现在出发去抓田光汉了。组长，为什么抓捕行动开始前要通知徐有才和吴三清？就不怕他们通风报信吗？亦可，官场规矩还是要守的。双规一位副处级干部，市纪委的重要领导必须通知到，而且通风报信，不是更有意思吗？说实话，我甚至很期待徐有才和吴三清等人通风报信，到时候市委书记张扬可就犯愁了，到底保哪个？是徐有才，还是田光汉，或者是吴三清？组长，你这一招叫故意打草惊蛇，真妙啊！5分钟后到了市政办大楼前，左曼，你带人进去吧。好的。军总曼，你来干什么？你可别忘了，你还在停职反省期间，没有田副秘书长允许，谁让你回来的？啊，军佐曼，现在回来干嘛？是想求田副秘书长让你恢复工作吗？恢复工作？做什么春秋美梦？刘富贵进去了，他军佐曼还有个屁的工作？我说军佐曼，你赶紧回家种地去吧。就在几人嘲笑我时，田光汉此刻已经从他办公室内走了出来，就看到走廊内聚集着一群人，不禁怒骂道：“都他妈干啥呢？不工作了！”田光汉，我是市纪委调查专案组的组长军佐曼，现在有些问题，请你配合我们调查，请你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请你跟我走一趟吧。瞬间，一众市政办的人员全部目瞪口呆，皆是瞪大眼睛望着我，一脸的不可置信。林耀东更是脸色一白，往后退了3步。倒是周慧见此，立马对我大骂道：“哼，军佐曼，你他妈在这装什么犊子？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说什么屁话！”蒋大虎，陆亦可，有无关人员在这里耽误市纪委办案，该怎么办？你们都想被双规吗？还不快走！话音刚落，众人吓破了胆，一溜烟就躲回办公室去了。军佐曼，你故意报复，我要去见张书记，我要和张书记检举你，你这个小人！小人！田光汉，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心里清楚，你违法违纪，背离人民群众，你应该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带走！就在押着田光汉返回市纪委宾馆途中，突然被一辆检察院的执法车辆拦住了去路。我是市纪委调查组专案组的组长军佐曼，你们检察院这是要做什么？此时检察院主任王鹏拿出一份传唤书，对着我说道：“
君佐曼同志，有人实名举报，你在担任凌云市政府办综合科文创组长期间，收取过3万元的贿赂款。现在市检察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所以请跟我们走一趟，接受审查。看这架势，应该是市委书记张扬得到报信后出手了。陆亦可，你把田光汉带回去，立马审讯。大虎，你去医院找刘秘书长，他知道该怎么做。可是组长，这明显是他们诬陷你啊！放心，我没事的，你按我说的做就好。君佐曼，走吧。这位同志，君佐曼被带走了吗？别逼老子揍你！此时田光汉撇嘴一笑，然后不再开口，只是心里面却一点都不担心了。市检察院出手了，意味着啥？意味着自己背后的人物在使劲了。这次君佐曼被检察官带走了，其实就是暗中传话，给他田光汉传话，你别担心。所以你田光汉一定要坚持住，别到了市纪委什么话都说。田光汉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上面也确实这个暗影。20分钟之后，蒋大虎把田光汉带回市纪委宾馆后，就来到了市医院，找到了刘富贵。刘秘书长，我们组长被检察院的王鹏带走了。君佐曼被市检察院带走，不意外，这是对手出招了。蒋大虎不能赌刘富贵的真实想法，更不能赌我在刘富贵心里的重要性。万一赌输了，我可就完蛋了。所以他继续说道：“刘秘书长，您知道吗？君佐曼组长出过车祸。”此时刘富贵的脸瞬间凝固，哪怕只有一瞬，但还是被蒋大虎抓住了。就是这么一瞬间，蒋大虎放心了。我们组长为了帮你洗刷冤屈，他用了声东击西，让我带保姆回市里，而他则走原路返回。就在返回途中，被货车撞进了河里，在 ICU 病房昏迷了8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刘秘书长，我蒋大虎公正地说，君佐曼组长对您到这种程度，可能比对他父亲还要好吧？市纪委还有事，我先走了。有些话点到为止。蒋大虎走后，刘富贵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通过去。老刘，你们是检察院太过分了。刘东接到刘富贵的电话，整个人都是懵的。这刘富贵啥时候出来了？他不是已经被市纪委双规并且接受调查了吗？况且他身为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知道刘富贵既然能够出来给他打电话，并且不受市纪委的监督和约束，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他立即笑着说道：“我说富贵老弟呀，您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啊？我可没招惹你呀，你可不能对我发火。”老刘，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们关系归关系，我今天找你办件事，你答不答应老弟？老弟，啥事啊？这么急？你们是检察院今天上午，检察室主任王鹏带队把市纪委调查组的君佐曼给抓了，理由是有人实名举报这位市纪委的同志贪污3万元。我也不为难你，你给我查看一看是谁实名举报，我这次能够洗刷冤屈，从市纪委出来，全靠这位小同志。刘富贵此刻算是露了底，但同样也是故意的，就是告诉刘东，我刘富贵没有失事，我还是市政秘书长。刘东心里一紧，果然刘富贵真的没事了，他立马严肃说道：“刘秘书长，请你放心，我身为凌云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我一定给这位小同志一个交代。如果确实被冤枉，被恶意举报，我刘东不会不管。”好，我等着你电话。刘富贵把电话挂了之后，立马把电话打给了市长刘勇。领导，我刘富贵给您丢人了，请您责罚。富贵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听说你住院了，肠胃怎么样了？还好吧？多谢领导关心，就是这段时间在市纪委宾馆遭罪啊，肠胃炎犯了，不过现在好的差不多了。那你好好养病，肠胃会没事的，放心。刘市长的这一句话可谓是一语双关，精妙之极。肠胃会没事的，应该是常委会没事的，这是在暗示他刘富贵别担心你自己了。常委会的情况，我刘勇尽在掌握，你好好等待时间，风光的回到市政办吧。自己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刘富贵立马说出打电话的第2个目的。领导，有件小事，请您费一下心，也算是我厚着脸皮，求您吧。是关于市纪委的那位君佐曼小同志吧？果然瞒不住领导啊！是啊，这位小同志对我可算是恩重如山啊，今天被市检察院的某些同志带走了。就在刘富贵与市长刘勇打电话的同一时间，市检察院大楼里，我正在被审讯。君佐曼，去年9月份，市文明中心申报一项文办用品，申报款项额度200万元，这项目是由你审批的，对吧？我努力回想了一下，虽然是去年的事，可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0多年，我可是重生回来的，这种久远的事，我都有些忘了。王鹏望着我努力回想的样子，怒吼道：“到底是不是你审批的？你们是检察院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我犯罪情况下，就是这种语气执法的吗？还是说王主任已经笃定我犯罪了，要不要直接签字画押呀？”君佐曼，市检察院既然对你动用传唤令，说明我们的确掌握了一些确切证据。对待你这样的违纪分子，我的态度已经够好了。现在请你不要拖延时间，老实回答问题。我回答你们，的确是我审批的。市文明中心申请文办款，这是正常的工作业务往来，有什么问题吗？但是根据市文明中心财务科科长交代，你在审批项目之际，曾暗示他想过审批就需要交钱，有没有这回事？这帮人还真是无法无天，先给刘秘书长罗织罪名，故意栽赃陷害。现在刘秘书长挣扎不透，水泼不进之后，开始搞我了。但你们得逞不了，没有这回事。
君佐曼，我们市检察院掌握了确切的实名举报，这位是文明中心财务科科长亲自举报你，说你在去年9月16日按时索要3万元，他不得已将3万元现金交给了你。平白无故的一封实名举报信就可以污蔑自己的同志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现在也可以实名举报你王主任，你王鹏在去年对我索贿额度800万，请问市检察院立案还是不立案？要不要也调查你？如果每个人都拿着实名举报信，是不是谁都可以被你们市检察院带回来？我脸色转冷，语气更冷地朝着王鹏质问：这个王鹏，铁狼已经自爆了，这是不打算要未来了吗？竟然替那些人当马前卒，看来是被那伙人许以重力了，让他心甘情愿地牺牲这身皮来做这种事。君佐曼，请你不要在这里混淆是非了，请你回答问题。王鹏毫无反应，更不生气，他在这里就是负责落实我罪名，尽快，越快越好，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占据先机，把握住先手。然而就在这时，副检察长刘东走了进来，说道：审讯先停下来，你们第2检察室的人出去。此时王鹏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而另一边，市纪委指定秘密宾馆106房间内，刘主任、陆亦可坐在田光汉对面，也在对他审讯，跟时间赛跑。我靠着前世记忆，让关书记在常委会上帮刘富贵秘书长官复原职。张书记为了保住田光汉，先是诬陷我贪污不成，后又想把田光汉的案件交给他的人审理。殊不知我派我的人早一步拿到了田光汉的所有罪证录音，这让他的计划又落空了。田光汉，请你交代一下，2006年6月2日，市政有一批办公器材采买补给，你们市政办所开的发票却显示花费了123万6千元。可根据我们核算的价值是28万，现在缺口95万元，到底去了哪里？另外，根据我们调出你妻子以及你弟弟账户明细显示，他们在06年7月份账户陆续进入了15万元到18万元不等的额度。请问，你妻子和你弟弟不过是普通教师，他们是怎么接收这么大一笔款项的？刘主任跟陆亦可连续开火，连珠炮一样的朝着田光汉身上招呼。这个时候，田光汉开始坐立不安，汗水直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笔采买没有任何问题。田光汉同志，抛开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想和你求证一下，给你看短视频吧。陆亦可拿出手机点开播放。前副秘书长，市里铺路的用料还是交给我们建材事业吧。这个吴总啊，市政铺路是大事，但我说了不算啊，这得市长点头才行。当然田副秘书长决定不了，该场务还是中的，但是第一道手续甚至第一道审批程序必须得经过田副秘书长吧。事成与否，你我感情不变，这些钱都是老哥哥的。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吗？如实交代。此刻田光汉终于卸下了防备，开始慢慢交代。亦可常委会马上开始了，我先去跟关书记汇报，你继续审讯。1个小时后的市委大楼常委会召开，会议内容是讨论凌云市有关干部违法违纪的处理问题。田光汉，市政办副秘书长；刘富贵，市政办秘书长。针对以上相关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市纪委已经成立了纪委调查组。现在请市纪委书记官铁林同志说一下调查进度。第一个是市政秘书长刘富贵同志，经过我们专案小组的查证，发现保姆实名举报他贪污，纯属造谣重伤。我们市纪委根据保姆的供词，抓到了给刘富贵同志泼脏水、作假证据、挖深坑的人。我也不怕丢脸，这几个人有市纪委的人。铁林同志，你直接说结果吧。关铁林听到张扬这么说，就明白这位张书记不想听太细节的东西，因为太细节的话，有可能会牵扯到他这位市委书记。结果就是刘富贵同志没有问题，属重大纪委办案失误。你张书记的人为刘富贵罗织罪名，故意栽赃陷害，就为了一个副市长的位置，就如此的不合规矩，真当我刘勇士好脾气，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你们的所作所为无所表示。老关，你刚才说市纪委内部有个别人员在办理刘富贵案件过程中存在问题，泼脏水的是谁？作假证据的是谁？市长刘勇的连续2问，再次把气氛搞得非常冷肃，可他丝毫不在意，不能因为你张扬不想知道就不知道，这种事情必须得有个结果。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我们市纪委副主任吴三清的小舅子叫杨凯，并且根据杨凯的交代，是他的姐夫吴三清一手策划的陷害案。我大胆怀疑市纪委副书记徐有才也参与了这个案子。他从立案到双规刘富贵一共不到4个小时，这太离谱了。刘市长，既然刘富贵被证明是清白的，那就尽快让他官复原职吧。我也是这么想的。铁林同志，徐有才就不要继续调查了，他以前在市检察院就是我的手下，性格可能鲁莽一些，但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至于你说的怀疑他参与污蔑刘富贵，这不太可能。徐有才是他的人，他必须得保住。一个正处级的市纪委副书记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徐有才要是栽了，他在市纪委可就没有抓手了。张书记、刘市长、顾部长、吴三清的确存在重大问题，事实不容抵赖，我个人坚持将吴三清撤职查办。张扬此刻心很疼，吴三清也是他的老手下，
但他不得不做出选择，保了徐有才，就只能弃了吴三清。我同意查办吴三清。对了，铁林同志，你们已经在审问田光汉了吗？张扬想知道最新进展，田光汉能不能保住，全看田光汉自己的骨头有多硬，嘴巴有多硬。只要田光汉坚持下去，坚持到市检察院那边对我问询有了突破后，他田光汉就算度过危机。张书记、刘市长、顾部长、市纪委在对田光汉进行审问的过程中，发现田光汉有重大职务犯罪嫌疑，涉嫌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商人谋求不正当权益，至少贪污近200万。田光汉是我市政办的副秘书长，他出现问题，我这个市长只有一个态度：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一查到底。张书记，你什么意见？此刻张扬发现保不住田光汉了，那就折了吧。那就严查下去，没什么事，那就散会吧。张书记，等一下。什么事？市检察院主任王鹏将我市纪委调查组的组长君佐曼同志，不知道以什么样的理由，就把君佐曼同志抓走了。我很生气。张书记，市纪委调查组是在省委和省纪委提议下成立的，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风波。话音刚落，张扬听到省委和省纪委，心里不禁一沉，对我的实名举报，什么贪污3万元，纯属于恶意重伤，就是他张书记指示的。他知道在这种泼脏水和陷害的手段无效之后，应该立即停止，真闹大了，对大家脸面不好看。还有这事，这不是胡闹吗？刘东，你们是检察院主任王鹏对市纪委君佐曼同志的问询，有没有结果？君佐曼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不放人？简直胡闹，立即放人。1小时后，我被检察院放了出来，立马打电话给侯东来。东来，你出院了吗？出院了，刚到市纪委。组长，你出来了吗？现在徐有才通知市纪委的开会，好像是要把田光汉的办案权交给他们的人。东来，现在证明你的时候来了，你立即审讯田光汉。从去年12月12日的彩云 KTV 事件入手，他儿子田园对 KTV 公主小娜娜实施强打，你让他交代清楚，他是如何为他儿子田园抹平这件事的。如果他不说的话，就明确告诉他，尸体已经被咱们发现，就在东善桥底下，务必要问出来。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我去开会拖住他们。好的，组长。10分钟后，我赶到了会议室。同志们，请肃静，现在开会。省纪委对凌云市调查组寄予了厚望，也提出了更多要求。为此，我们凌云市纪委做出了诸多部署，现成立2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第一专案小组君佐曼从现在开始负责新的 A8 案件，第二专案小组罗浩从现在开始负责 A13 案件。此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A8 案件是什么？我不清楚，但A13案件就是田光汉案件代号。而现在田光汉案件被转移到了罗浩的小组，而罗浩来自市委书记张扬那边，其目的也就不言自明。半小时开完会，在市纪委门口，罗浩叫住了我。君佐曼组长，关于 A13 案件的全部档案，请移交给我吧。我忘了带 A13 案件的档案在咱们住的宾馆里。罗组长，介不介意跟我回去取？当然可以，走吧。大虎，你在市公安局工作，肯定认识关系好的刑警，地址发你手机里了。你找几个刑警，拿着铁锹去做一件事，把尸体挖出来后，保护好现场。组长，你放心吧。罗组长，上车吧，我带你去移交档案。20分钟就到了秘密宾馆，罗浩带人直接来到106房间门口，说道：小张，你守住田光汉的门口，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接触他。组长，这是录音笔给你。罗组长，不好意思啊，你们第2组来晚了一步，这个案件已经破了，不再需要移交了。此时罗浩的脸色瞬间铁青一片，前后自己做了一切准备，可还是晚了一步，被我的人拿到了田光汉的最终口供。那请君佐曼组长把你们审讯的录音笔也交给我们，我们第2组一并带走。这不行，这是我们组在移交你们第2组前所得到的审讯。罗组长，我也不跟你废话，人你可以带走，甚至 A13 案件的全部档案资料也给你，但是这个执法录音笔必须由我亲自交给领导。中午12点，我来到了关书记办公室，提交了录音。关书记，这个是田光汉的审问录音，你听一下。陪酒女的嘎根本就不是我儿子嘎的，我儿子醉酒之后的确参与了强行，但他没有嘎这个陪酒女小娜娜，是他的几个狐朋狗友，是他们嘎的人，是他们。但解决这件事只能我露面，因为当天去彩云 KTV 玩的不止我儿子一个人，还有省里贾副省长的儿子，省司法庭马副厅长的儿子。我儿子田园的确参与了强行，但他没有嘎人，嘎人的是喝醉酒的贾。听到这里，关铁林立即把执法录音笔关上。此刻的他已经不敢继续听下去，这件事很大，大到市纪委都把握不住。这个录音笔现在更是成了烫手山芋，因为这件事一旦曝光的话，会震惊整个吉江省。你先出去吧，不许声张。我走后，他拿起自己的私人手机，拨通省纪委书记女儿苏慕云的电话。慕云，我是关叔，你这几天忙吗？不忙的话，来凌云市一趟吧。有个东西必须由你亲手交给老领导，别人我不放心。一栋价值500万的别墅无人居住，周围长满杂草，但是房子里面遍地是钱。这竟然是教育局局长操纵小升初、中考甚至高考作弊、贪污受贿所得。市纪委在银行调来10个人，
10台点钞机，2小时才清点完2500万，震惊了市委高层跟整个凌云市。暮云没想到昨天才给你打电话，今天你就过来了。这个执法录音笔你拿好。左曼，你还不认识暮云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苏暮云，我老领导的女儿，正好你们年纪相仿，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到一起去。算了吧，我可不敢跟某人聊天，毕竟我性格冷，听我说话，估计某人会得风寒吧。我跟苏暮云不对付，是因为刘富贵被抓时叫我打电话救他，就是这个苏暮云接的，态度很不好，我很不喜欢。对，我怕的风寒。关书记，谢谢你的好意了，我们组有新案件了，我还是回市纪委查案吧。关叔，录音笔拿到了，我也回省里了。半小时后，我回到市纪委宾馆，来到市教育局局长吴世伟被双规宾馆的1160室门口。组长，你终于回来了。大虎还没回来吗？我让他带队去挖个尸体，给了他具体的地点，怎么快1天了还没回来？大虎回来了，在刘主任办公室汇报尸体的事。现在完整的证据链齐了，你田光汉就好好在牢里度过下半生吧。不提 A13案了，说说吴世伟的 A8案件吧，你们审讯到什么程度了？组长，他不承认自己的腐败事实，不承认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人谋取利益，更不承认操纵小升初、中考甚至高考作弊以谋求利益。但是据我们了解，凌云市涉及到的所有初中和高中应届考生均存在花钱买答案的行为。我去审讯他，我能让他露出狐狸尾巴。吴世伟，这位是市纪委调查组的组长君佐曼同志，接下来由他审讯你。吴世伟，你今年多少岁？入职多少年了？我以闲聊的方式入手，这让吴世伟目光一正，这是审讯自己。不过他心里松了口气，只要不聊自己的违法犯罪就好。我是67年的，参加工作10年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吴世伟身为教育局局长，而这些知识基本上都是初中政治教材里的内容。吴局长不愧是教育局的局长，对学生的教材内容了如指掌。客气客气，君佐曼组长这么年轻就可以随便问出这些，说明君组长也是个高等学历者。陆亦可跟侯东来此时越发的迷糊，不知道我既然要审讯吴世伟，为何弄得跟上课一样？然而下一秒我要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了。我路过青年路32号，看到了一栋别墅，修得非常漂亮。此话一出，瞬间吴世伟的表情凝固了，眼中露出一丝惶恐地望着我，他的内心更是泛起了滔天巨浪。见此，我继续强攻说道：更让我好奇的是啊，这栋别墅东墙上粉刷着墙体字，巧了，那些墙体字的内容竟然跟我问吴局长的内容一模一样啊！只不过这栋别墅的主人似乎不在这里居住。哎呀，别墅里面杂草丛生啊，让我很奇怪，这别墅的主人能够把这些写在墙上，说明是一个懂政治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干部。此时吴世伟冷汗直流，不吭声了，或者说不敢吭声。然后我猛地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吓了他一跳。吴世伟，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吗？不，那不是我别墅啊，那栋别墅的户主不是我的名啊。我好像没说，那栋别墅是你的吧？我好像也没提那栋别墅户主是谁吧？既然如此，你吴世伟为什么这么了解这栋别墅？吴大局长，这就有点不打自招了吧？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我这个市纪委调查组的组长为何跟自己聊那些，原来都是在这里等着他。我又提到了青年路32号的那栋无人居住的别墅，一下子就让他心乱如麻，他一下子就慌了，慌张之下就说错了话，但他说错的话对于我而言却是最对的话。别墅是一个商人送我的，但我没住过，我一天都不敢住啊，太豪华了，我害怕，我是个农民的儿子。这样吧，我们想参观一下你在青年路32号的别墅。亦可，东来，让吴局长带我们去他别墅瞧瞧吧，把他押上车。半小时后，来到青年路32号的所在别墅里，东来就让吴局长坐在沙发上，这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别墅，坐一坐自己别墅的沙发吧，先享受一下，不然以后可没机会了。君佐曼，这别墅没什么好看的吧？你要是喜欢，送你吧，只求你放我一马。我可消受不起。吴局长，既然你也说了这个别墅没什么可看的，那你为何这么紧张？我紧张了吗？此时吴世伟抬起头望着我，尽可能地压制着他心里面的恐慌，强装镇定。亦可，你来。听着我的喊声，陆亦可手持着执法 DV 走到我这边，也就是冰箱面前。别打开！吴世伟看到我在冰箱前面，立马开口大喊，试图阻拦，但我的手更快，一把拽开冰箱门，噼里啪啦，无数沓票子从冰箱里面往地上掉，粗略数一下都得几百万。陆亦可已经被深深的震撼到了，眼前的这一幕告诉他，这很有可能成为凌云市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腐败案，堪称是惊人腐败案。东来，你在这看着他，我跟亦可去楼上看看。组长，钱都是钱。来到2楼的时候，哪怕是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只见卧室的地板上、床上、厕所全都是钱，铺满了票子，肉眼看去至少有个上千万。亦可，摇人吧。组长，什么叫摇人？此时陆亦可一脸的发懵，没听过这后世的网络语。摇人就是打电话和市纪委求助，增派办案人员，光靠咱们俩，猴年马月能数清楚。陆亦可立马拿出手机，直接给关铁林打了电话。
关书记，出大事了！军佐曼组长找到了吴世伟受贿得来的别墅，而在别墅里面见到了数不清的钱，粗略算都得上千万。现在我们需要你派银行的人过来清点数额。我立马叫刘主任带队过去协助你们。关铁林挂了电话，通知了柳强来协助我们后，就直奔市委办公楼召开会议。同志们，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一个紧急会议，具体情况请铁林同志通报一下。情况就是这样。市纪委调查组的同志抓住了吴世伟的腐败证据，在他受贿的别墅内查出了大量的现金，在冰箱内，在地板上，甚至在床上，初步预计不低于1000万。关铁林的话让在座的市委常委们哗然一片，一个是教育局的局长竟然贪污多达上千万，这简直就是骇人听闻。吴世伟的案件影响极其恶劣，性质极其严重，同志们召集大家来就是谈一谈如何处理。省委那边我们一定要汇报，不能让省里被动。只不过确切的消息还没传回来，请大家等一等，等我们市纪委的一线办案同志忙完了再做定夺。这样吧，等办案同志查完了，让他们派个代表直接过来当面汇报。与此同时，别墅里所有的钱都已经清点好了。刘主任已经全部点钞完毕。数目是多少？一共是2500万。此时柳强一脸的不可思议之色，只听过2000多万，但从未见过2000多万，而现在就这么活生生的摆在面前，由他们亲手点钞完毕，真的刺激。好家伙啊，真的是特大腐败案啊！军佐曼你跟我去市委汇报，陆亦可你押送钱去银行验资真伪，侯东来你押送吴世伟回市纪委关押。半小时后，我和刘主任来到了市委会议室。各位领导，市纪委调查组第1小组专门负责市教育局局长吴世伟的腐败案，接下来就由第1组组长军佐曼跟各位领导汇报。经过我们调查组的认真调查后发现，市教育局局长吴世伟存在重大腐败问题，也找到了他受贿的别墅地址，在别墅里一共清点出2500万赃款。军佐曼同志，吴世伟的案件有没有牵扯到咱们开阳县的干部？你也是开阳县人，如果有的话，你实话实说，对老家的廉政工作应该积极配合，不要隐瞒。一个贪污2000多万的特大腐败干部，一个是教育局的局长，不可能牵扯不到开阳县的干部或者学校。王胜杰同志，你先别惦记你1亩3分地了，你不仅是县委书记，更是市委常委，应该站在市委的高度看待问题。军佐曼同志，你是具体负责吴世伟案件的组长，你是如何发现这栋别墅的？张书记，我是根据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综合判断、综合审讯，然后逐一排查，缩小怀疑范围，最终确定吴世伟受贿别墅所在位置。佐曼这小子小年纪，官话套话一大堆，看似什么都说了，实际上啥都没说。不过这样也好，谨言慎行，让张书记挑不出毛病。军佐曼同志，你具体说一下，怎么分析的，怎么判断的，又怎么审讯的？张书记，根据纪委审查办案工作条例，我无法对您做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市纪委的办案机密。那不谈细节了，那就举手表决，同意对吴世伟进行严肃处理，按照司法程序移交司法机关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散会。在结束吴世伟案件2天后，关书记又安排了5案件给我调查。违纪干部为了贪污受贿之财不被发现，竟然挖坑把钱埋在祖先的坟里。本以为这一切密不透风，殊不知我靠着前世记忆抓他个人赃并获。你对吴世伟的破案我很满意，现在有一个 A5 案件交给你审查，连书中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资料交给陆亦可了，你快去查案吧。好的，关书记，我去忙啊。组长，这个连书中是个老油条，我跟蒋大虎啥也没审出来。他6年前担任石原市纪委党风廉政监督室常务副主任，咱们纪委这一套他太熟悉了，还用常规的纪委办案手段是行不通的。组长，那怎么办？上一世我记得这个连书中就是林耀东的老爸林良民的直系领导，这就有意思了。我来个放虎归山的计策，自然就能让他原形毕露。我们反其道行之。组长，怎么个反其道行之？作为一个有很强纪委工作经验、反侦查能力的连书中，想要取得他违法犯罪的证据，就必须让他放松警惕，他的狐狸尾巴让他自己露出来最好。组长，我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把连书中放了，然后大虎你去联系你同学那个刑警大队长陈江和王野来秘密监视他，协作手续你去找刘主任办。组长，我呢有什么任务？你去把连书中放出去，理由就是暂未查出明确问题，但告诉他不能离开凌云市，因为咱们要是彻底放了他，又什么话都不说，以他这种老油子肯定会怀疑，只有我们表现出憋屈，不想放他，又不得不放他，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放下心来。组长，我要干嘛？他放出去后，东来你跟着他监视他，最好让他发现，如此一来他就会误以为咱们派出去的监视人员已经被他给拿捏了，这样他才会大胆的做事情，露出狐狸尾巴。
组长，你这招放虎归山真妙啊！这回不用他说，咱们直接抓一个现行，人证物证都在，也不怕他不交代了。好了，开始行动，各司其职。第二天一早，陆亦可来到双规连书中的宾馆开始演戏。连书中，你可以出去了。真的？没开玩笑吧？这能开玩笑吗？暂时没有发现你的什么问题，市纪委暂时放人，但要求你不能回去上班，也不能离开凌云市，要随时接受问询。他望着陆亦可极其不满的样子，就知道有人给陆亦可施压了，这让他的心一下子就安定下来，在心里面脑补了一波，然后自我放松了警惕。我就说我没什么事，你们这些纪委同志啊，简直就是乱弹琴。当然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思，我也在纪委干过几年嘛，不过办案心切，也不能随便污蔑干部，是不是？后东来，你送他出去。很快，侯东来开车把连书中送回家。后东来就是明面上监督他的纪委人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都会跟着连书中。大虎，去通知陈大队便衣中队，可以行动了。是，组长。另一边，在车里，连书中就开始策反后东来了。小后啊，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连部长，我今年刚30，工作7年了。他见侯东来回答之后，脸色的笑容更足了，算盘开始打起来了。活脱脱的老狐狸。7年了，应该还是科员吧？是的，连部长，目前是科员。哎，看你这么优秀，怎么还是科员？说明我们组织部的工作还不细致，还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挖掘和培养。连书中不禁感慨，又不动声色地瞄了眼侯东来的表情。侯东来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就这么一点失望之色被他给捕捉到了。小后，想没想过调到组织部来担任个副科级干部？组织部？我们纪委的人还可以去组织部吗？有什么不可以的？调动人事关系而已，不是什么难事。连书中的口气不小，当然他身为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有这样的资格说这话。没敢想过，也不敢想。行了，连部长，别说话了，我要遵守纪委工作条例。此时，连书中也不失望，反而心里觉得稳了。这个小同志还是太年轻了，自己想要拿下他，几天的事情而已。1号注意，跟在目标车左侧；2号替换目标家里保姆；3号和4号立即定点，在目标小区内找好位置。陈江坐在车里面，正在遥控这一切。这样的布置下去后，连续3天都没有动静和异常，一直待在家里面，也不露面。但到了第4天晚上，连书中有了异动，陈江立马报告给我，通知东来，让他答应连书中的一切要求和条件。陈队长，你随时待命，听命令行动。小后啊，前几天跟你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连部长，我不行的，我。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在纪委要是想升副科，按资排辈要多久？10年、20年？可你在市委组织部就不一样了，有我照应，你怕什么？连部长，我答应。过几天，市委组织部会和市纪委对接，把你调过来，然后由市委组织部发人事公示，你任你为副科级干部。等流程过了之后，你以后身边的同事啊、同学啊，就得叫你后科长了。赵部长，您还得多多提点我，您是长辈。好说好说。现在侯东来已经被他拉下水了，就是他的手下了，于是马上想开始行动了。东来，下午我要出去参加一个酒局，你自己心里有点数。连部长，我现在毕竟还是纪委的人，您也别难为我，最多只有2个小时。放心，2个小时内我就会回来。连书中很快来到凌云市云北区的一处高档酒店内。梁明啊，这次虽然我出来了，但我还是很危险啊！不把证据彻底毁掉，我还是有被调查的风险。部长，证据不好毁啊，那毕竟是钱啊。连书中闻言脸色不禁一沉，板着脸开口道：我说梁明，别为了这几10万块钱把这官帽子搭进去。我知道你心疼这笔钱，这毕竟是咱哥俩辛辛苦苦捞的，还承担着风险。我可跟你说啊，一旦被查到，你也跑不掉了。你以后还想升官，做梦去吧。连部长，这笔钱，哎，听你的。与此同时，我跟陆亦可在车上拿着监听耳机听着那2人的对话，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出手。你眼光放远一点啊，等你成了副部长，等我成了常务部长，到时候咱俩在市委组织部的影响力可就更大了啊。他顾同舟就算是咱们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可也得听咱们的。连部长，这可不敢瞎说啊。没事，这个酒店可有咱俩的股份，怕啥？你这胆子越来越小了，以前才正局的小菜要转正科员，你可是胆大的收了人家20万块钱，怎么现在胆小了？哈哈哈！梁明，这可不像你啊。连部长，我这不是要竞争副部长吗？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也对，我也要竞争常务，也得小心一点。梁明，赶快把钱处理一下，不能让市纪委查出来。你去处理，我回家了。连书中跟林良明吃完饭后来到酒店门口，对着这个酒店老板牛总说道：牛总，上个月的分红，这个，嘿嘿。
您放心，绝对少不了您的那份。好，好，好，还是老规矩，直接兑换外汇，转到在英国我儿子的账户上面去。牛总啊，我的那份就先存着，这段市里风声比较紧，过几个月一起提出来。好，林科长，我帮您存着，您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您们慢走，慢走。牛总把这2位领导都送上了车，目视着2辆车朝着不同方向行驶着离开。就在这时，我跟路易可来到这个牛总的身前。我们市纪委的有点是希望牛总配合。纪委，我又不是干部，你们找我干什么？牛总，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刚才走的2个人是什么身份？你比我们都清楚吧？你们纪委想知道什么？牛总，你的经营合法不合法，不归我们纪委管。我们今天来，只是想知道刚才离开的2个干部，他们在你酒店有多少股份，分红过多少钱？如果有账目的话，给我们看一下。路易可也不客气，直接这么要求他。牛总的心里倒是略微的安稳不少，主要是路易可说了，他经商合法不合法，跟市纪委无关，这就是暗示他市纪委今天来只为了查这2个干部，而不是找他这个商人的麻烦，这就让他放心多了。你们跟我来吧，我把账目拿给你们。5分钟之后，我和路易可拿着连书中跟林良民的分红账目回到了车上。组长，我很佩服连书中这个老狐狸，怪不得市纪委在他银行账户查不到什么钱，也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原来他贪污受贿的钱根本就没有经过他的手，而是由牛总代劳，在湘江那边换成了外汇，继而转给他在英国留学的儿子。不过组长，你还是让他露了馅。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陈队长的电话。军佐曼组长，我要是和你汇报，林良民回到家之后，拿出了3个皮箱放在了车里。我们跟踪他的车，跟踪到一个树林里面，他竟想把钱埋在地下，结果被王野和蒋虎同志抓了一个人赃并获。现在人已经被蒋大虎带回市纪委了。好的，陈大队，你立马带人去连书中家，把他抓了押回市纪委。好的。其实本来没想对林耀东的老爸林良民动手，或者说还顾不上对他出手，可有些时候吧，真的就是意外之喜了。谁能想到连书中案件最终竟然把林良民牵扯进来了，那就不好意思了，不办你的话，岂不是对不起党纪国法？亦可，结案在即了，走，我们现在回去审讯他们。无此贪官3年以来，不止入股了2个酒店、3个造纸厂、1个印刷社，通过分红权获利超过500万，竟然还买卖官职收受贿赂，共计300多万。我通过放虎归山的计谋，终于把他抓了，立马对他审讯。林良民已经在隔壁房间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所以你现在负隅顽抗是没意义的，只会增加你的量刑。连书中一听到林良民交代了问题，心里的确有那么一瞬间慌了，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并且意识到这是我故意骗他说林良民交代了问题，诱骗他赶快交代的手段。你这个小同志有诱供的嫌疑，为纪委工作人员，诱供要不得，你这种手段太嫩了。是吗？你觉得我是诱供？不是诱供，又是什么？林良民交代说，他家里的所有现金都是你的。林良民交代说，你们市委组织部如果决定提拔任用一个干部，在风声没有透露出去之前，你和林良民就会找到这名即将被提拔重用的干部，里外里的暗示这名干部只需要交钱就可以得到提拔和重用。你们2个身为市委组织部的高级干部，就是专门利用这种信息差，放肆的捞钱。说的好听一些，这叫利用内部机密捞钱；说的难听一些，这是钻组织工作的空子，这是利用组织做坏事。你们的罪行达到了这种程度，你连书中还有脸隐瞒？你哪来的胆子硬扛？我这一拍桌子，让连书中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他抬起头看向我，眼里满是震惊之色。林良民他真的交代了吗？连书中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手下竟然叛变了。之前他不信我的话，是因为坚定地认为我用招数诈他，但是现在我说的这一套，正是他和林良民捞钱的方式方法。好你个林良民啊，果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你想坦白从宽，主动交代而减刑，做梦！我连书中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既然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了。我交代，我说2002年3月，我从石原市纪委调任凌云市的市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3年以来，我跟林良民入股了2个酒店、3个造纸厂、1个印刷社，通过分红权获利超过500万元。我们用这种信息差所搞到的钱，共计300多万元，也就是这些事了，没了。你把你们操作过升职的名单写一份给我。好的。我拿到名单后，立马跟关书记汇报。关书记，这些是干部名单，是连书中写出来的，全部都是开阳县的问题干部。真是无法无天了，看来要来一场清扫风暴了，整顿下凌云市的官场。这样，我也跟你玩一出古代钦差大臣的戏码。你去开阳县把这些违纪干部全给我查办了。关书记，百无禁忌吗？我虽然明白关书记的意思，但还是得仔细问一下，问清楚，以免会错意，办错事那就不好了。百无禁忌。第二天，我带着我的原班人马，开着2辆市纪委公务用车去开阳县开展钦差工作。首先来到了开阳县纪委书记陈永贵办公室。
陈书记，我们这次下来的目的，您肯定也知道，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连书中案件涉及到了开阳县10几位干部，有开阳县副县长赵辉同志涉案，县税务局局长杨旭，县水利局局长张红艳。除此之外，还有开阳县平安镇的镇委书记、下水镇的镇长，以及莱阳乡的乡党委书记、安良乡的乡长，剩下的是一些县里和乡镇的副科级干部。在我来开阳县之前，关书记跟我说，要把连书中案件做扎做实，市纪委和县纪委都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关书记让我来开阳县之后，多和您学习和请教，所以您可不能藏私啊。你们这些市纪委的钦差有什么指示，我们开阳县纪委就怎么做，你们定，我们县纪委一定会不折不扣的执行下去。那好，陈书记，你把名单上的人都叫到县纪委办案宾馆来吧，我好和他们谈话。好的，我来安排。下午我安排陆亦可、蒋大虎、侯东来跟小罗罗谈话，我就负责大卡拉咪。君佐曼同志，有什么问题尽快问，一会我还有个招商会议要参加。好，争取10分钟内结束谈话。赵辉同志，你与连书中是什么时候相识的？这次只是展开谈话，并不是双规后的审讯，所以我还是要客气一点。我与连书中是4年前认识的，每年的春节、中秋节，我都会去市里面给他送礼，礼物的价值大概是500到1000不等，没有现金，这个底线我是不会破的。我这里有个记事本，每一次都记在上面。这个赵辉很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不仅大方地说了人情往来，还说给连书中拜年礼物问题。赵辉同志，根据连书中与林良民交代，去年你从正科级的开阳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升为副县长一事，是走了连书中的门路，一共花了20万元，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件事存在，不过并不是你说的逻辑关系，我也是被害者。据我了解到，王胜杰县委书记已经和组织推荐我为开阳县副县长，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可连书中和林良民就是利用这个信息差，故意找我明里暗里的暗示我，想升官就拿钱。当时我的确挺急的，我给了20万，但后来张书记找我谈话，说明了原因，我这才意识到上当了。继续说。我第一时间和张书记老师交代了这个问题，张书记让我去找县纪委陈书记，陈书记当时给我做了宽大处理，同时记录在案。然后我又找到了连书中与林良民，让他们把20万元退给我了。你的话与连书中和林良民的供词完全不同。那是因为他俩对我有很大意见，毕竟20万元被我索要回来，换了谁心情都不爽吧。他们2个人可能是故意拉我下水，往我身上泼脏水，可实际上他们才是犯罪的人，我不是，我是受害者。可你的确存在花钱买升迁的行为，这是事实，抵赖不掉。对，这是事实，所以县纪委已经给我宽大处分了，我受到了党内警告，1年内不得升迁调动。既然你当时已经受到了党内警告，为何还会任职副县长？这要感谢张胜杰书记了，是他出面去市委和市委组织部为我做保，我才能顺利升职。张书记的爱才之心让我备受感动。10分钟到了，今天谈话就到这里，你可以去开会了，有问题再找你。赵辉走后，马上就是跟税务局局长杨旭谈话。杨旭同志，你这个县税务局局长是前年6月份上任，在这之前，你担任税务局的副局长。根据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连书中的交代，你与他存在权钱交易，你花费10万元，请他帮你运作正科级的开阳县税务局局长，有没有这回事？我的确给了连书中10万元，不过因为是他对我进行威逼利诱，他主动找到我，跟我说只要10万元就可以帮我运作科招。我被县委组织部提名为正科级干部考察人选之一，组织上也找我谈了话，当时的张书记也亲自找我谈话，我就知道这是器重我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我被他们利用信息诈骗了。君佐曼同志，我这种行为会怎么处理？根据你交代的这些，你已经涉嫌了行贿罪。我这是被动的，他这是威逼利诱我。杨旭同志，你不要着急，听我说，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如果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到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则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以，杨旭同志，你愿意配合我们市纪委处理好连书中案件吗？我愿意。那你现在去隔壁房间找陆亦可同志交代问题，我这里还有其他人要谈话。杨旭去交代问题后，我立马对开阳县水利局局长张红艳进行谈话。君佐曼组长，我和组织坦白交代，3年前因为我儿子考编的事，我不得不走了连书中的路子。我儿子跟你一般大，现在是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担任办公室综合科的办事员。3年前我儿子考编进入市委组织部，就是连书中帮着运作的，我花了5万元，我不推脱，我也不否认，我等待组织对我的处理。张红艳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老实交代，不得而知，但她的这个诚实倒是挺让人佩服的。她的交代内容和连书中供出来的内容没什么出入。5分钟结束了谈话。张局长，你回去等结果吧。一天的谈话工作结束了，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了，殊不知接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佐曼，你妈出事了，被抓了。
我作为市纪委的钦差大臣来到我老家开阳县办案，第一天刚对违纪人员开展谈话，那些幕后黑手不敢直接动我，竟然派工商局的人把在路边卖鱼的我妈给抓了，还扇了一巴掌，这能忍吗？我带着调查组把镇里的违纪人员一锅端了，绝不留情面。隔壁张大妈说看见你妈在街上卖鱼被工商所的执法人员逮住抓走了。爸，你别急，我妈没事的，我去处理，你在家等着。挂了电话，我开车直奔下水镇工商所。蔡镇长，吴书记，不好了，工商执法所出事了。工商执法所怎么了？有一个在街边卖鱼的老人被工商执法所的同志抓了，3轮车没收了，鱼也没收了。那个老人家一直在工商执法所里闹着要回车合鱼，工商执法所有个同志就给了老人家一巴掌。这算是吗？发生这种事情太正常了吧？让工商执法所的同志出面去警告那个老人家别闹事，他要是继续惹事的话，就用寻衅滋事理由把他塞到派出所去，看他还敢不敢闹事。此时镇里的书记吴秋良在一旁听到蔡志强这么吩咐手下人，顿时皱起眉头，有些不悦，但他还没有多说什么，因为这事太平常了。蔡镇长，你听我说，这个卖鱼的老人他说他儿子叫金佐曼。听到我的名字，镇长蔡志强这一刻就像是雕塑一样彻底石化，一句话都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市纪委的人正在县里办案，而吴秋良却直接怒道：哼，还敢动手打人，谁给他们的权利？吴书记，咱俩赶快去工商执法所看看吧，得给人家一个交代，不能把事情闹大了，这要是被军佐曼知道了，怕是不好啊。他俩刚到工商所门口，正好碰见我下车，我立马用严厉的语气说道：吴书记，蔡镇长，我妈卖鱼犯法吗？不犯法，当然不犯法。军佐曼组长，是这样的，最近镇里在规范工商环境，这不注册的小摊小贩当然是不行的。当然了，工商执法所的执法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请你放心，我们以后一定要下大力气整改。这是你们的事，我能先进去看我妈吧？能进去。你找谁啊？工商所是你随便能进来的吗？你们工商执法所平时都是这个态度工作的吗？此时这个人看到了后面进来的两人，脸色顿时变了。吴书记，蔡镇长，你们怎么来了？他看到吴秋良和蔡志强进来之后，他又立马意识到自己草率了，于是他态度更是来了个180度的变化。哎呀，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有什么业务要办理吗？看来下水镇的工商执法所需要整顿了，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工作态度让我大开眼界，幸好是2位领导跟我进来，不然的话我可能得躺着出去吧。我的话不狠，但是震慑力极强，吴秋良和蔡志强闻言脸色都变了。军佐曼同志，你别生气，这件事我们肯定给你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吴秋良急忙开口，他知道我的火气已经起来了，必须压下去，如果真让我借题发挥的话，他们下水镇可就危险了，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工商执法所影响了整个下水镇的大局。你是工商执法所的什么人？什么职务？军佐曼组长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看我们干什么。我是工商执法所的副所长。你们所是不是抓了一个卖鱼的老人？对，抓了一个。人在哪？就在里面那个房间。我立马来到他说的房间，就看到老妈的脸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巴掌印，很清晰。我很快明白为什么吴秋良一开始就和我主动致歉了，原来是我老妈在工商执法所受了委屈，还被打了一巴掌，怪不得呀。妈，跟我回家。佐曼，我的鱼还有3轮车被没收了。此刻我冷冷地盯着工商执法所的副所长说道：妈，我们不要了，送给工商执法所，给他们创收。军佐曼组长，你听我们解释啊。军佐曼1不闹，2不吵，3不讨说法，这说明什么？这是麻烦了，快去他家里上门给他妈道歉。10分钟后，我带老妈回到了家。亦可，你现在带着咱们市纪委工作组的同志立即进驻下水镇。好的，组长，我这就带人去下水镇。你们到了下水镇，直接去找下水镇的纪委书记，让他无条件配合咱们市纪委的工作。如果他敢不遵从的话，不必给他面子，直接由咱们主导纪委工作。我做这样的决定，也不仅仅是因为老妈被抓的事情。下水镇的哪些干部腐败，哪些干部和连书中案件有所勾结，其实我比谁都清楚。上个月自己因为弟弟断腿事件来到下水镇，结果下水镇派出所已经秀了一把下限，而今天下水镇工商执法所又再一次让我见到了蛮横的执法工作态度，所以必须给他们一锅端了。就在这时，吴秋良带着一行人来到我家。吴书记，蔡镇长，你们怎么来了？佐曼同志，你在工商执法所一句话不说就离开，我们这心里可不踏实啊。就是啊，佐曼老弟啊，你可不能这么折腾老哥我呀！老哥我都50多岁了，可受不住这么折腾。嘿嘿，2位领导，这2位是……我笑了笑，没接话茬，而是转移了话题，问了后面的人。现在想让我高抬贵手，有点难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下水镇的纪委书记郭涛，这位是工商执法所的所长赵刚。原来是赵所长，久仰大名。您说笑了，我就是个小喽啰，您怎么能听说过我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个工商执法所的所长当得好啊。
为净化下水镇的经商环境，清理掉不合理的小商小贩，为下水镇的城镇美好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我说呀，吴书记得给你颁发一个勋功章，最起码得秤砣那么大的勋功章才行，小了的话，全镇人民都不同意。我的话一出，旁边的吴秋良和蔡志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赵刚也意识到自己完了。左曼老弟，我们几位来给你母亲道歉来了。道歉就不用了，几位，有个是要正式通知你们下水镇，市纪委工作组很快就要进驻下水镇，希望由下水镇纪委负责协调对接。郭涛书记，你这里没问题吧？我看向下水镇纪委书记郭涛，沉声问道。几个镇领导一下子就被这个消息给砸懵了。他们原本来解决工商执法所和我妈之间的矛盾，现在看起来已经晚了。市纪委工作组来到了下水镇，意图是什么？太明显了。好，我一定配合好市纪委工作组的工作。第二天，调查组分工谈话下水镇的干部，我跟蒋大虎负责工商所长赵刚。工商执法所在下水镇臭名昭著，胡乱收费、胡乱管理、吃拿卡要行为极为突出。你身为工商执法所所长，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也是按照领导指示。市纪委的人下来查乡镇干部，可谓是大炮打蚊子了，稍微吓唬就全都撂了。哪个领导让你这么做的？让你这么欺负老百姓的？蔡镇长，交代一下，你儿子那辆奥迪6是怎么回事？你一个月的工资是2200，你媳妇没工作，你家是怎么有钱给你儿子买奥迪A6这款车的？大几十万块钱，怎么拿出来的？赵刚听到这话，满脸的震惊和不可置信。这件事他很多亲戚都不知道，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看什么看？好好回答问题。就这蒋大虎凶神恶煞的样子，给赵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迫。在这样的心理压迫之下，他的精神和心理防线彻底崩了。我错了，领导，我不是主动贪的，我是被逼无奈啊！我要是不拿的话，他们就不让我好过啊！谁不让你好过？说清楚。太和电镀厂的厂长，还有蔡镇长。工商执法所的副所长是你什么人？冤枉了，领导，他跟我没关系，是太和电镀厂的厂长小舅子，是蔡镇长亲自给他安排到了工商执法所上班。太和电镀厂的厂长为什么要给你钱？他不是给我钱，他是给金镇长钱，而我工商执法所的所长只能喝口汤。蔡志强拿了多少？你拿了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自己一共拿了4次，每次4、5万，一共20多万。赵刚此时被吓破了胆，半小时供出了下水镇5个违纪干部。郭书记，我们要对下水镇工商执法所所长赵刚实施双规措施，并且要给他供出来的违法人员查办。你有什么不同意见？我完全支持市纪委工作组的决定。经过3天的谈话工作，我们调查组结束了开阳县的钦差工作，返回市纪委跟关书记汇报。关书记，我们在开阳县一共查处了13名违法违纪的涉案干部，这些人员名单和录音笔都在这里了。你这次做得很好，现在市纪委任命你为我的秘书，同时兼任监察室的科长。你现在首要任务是跟我去云北区视察。从今天开始，你要进入新角色，就要拿出你工作的新态度。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喂，哪位？吴建才，我知道军佐曼组长有没有意思啊？吴建才，建材实业的老总，虽然就是个建材公司的老板，但是凌云市官场的交际草。吴建才认识的市领导可不少，就连市委书记张扬都跟吴建才称兄道弟。但没想到这位交际草今天竟然会给我打电话，意欲何为？难道跟关书记视察云北区有关？一个商人竟然敢用 TNT 威胁市委，说1个小时见不到市纪委书记就同归于尽。我靠着前世记忆，以身犯险去劝降吴建才，殊不知刚走到走廊，他就被98K 爆了3级头。你找我有事吗？上次在 KTV 我冒犯了关书记的女儿，请你打个伞，我想请关书记吃个饭，当面给他道个歉。关书记没空，我可以和你见一面，等我电话。这个吴建才，我脚还没踏出市纪委，他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了，可见他的实力不容小觑啊！到了云北区，你过去摸下他的底，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大老鼠办了。好的，关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去见了吴建才。哎呀，卓曼秘书长，好久不见啊！吴总，别来无恙啊！咱俩可有4个多月没见了。当时在 KTV， 咱俩有点小误会，不过都过去了。相信以你的格局和胸怀，肯定不会放在心上，对吧？吴总说笑了，当初是我不懂事，还请吴总见谅。卓曼老弟，聪明人就不说车轱辘话了。我也实话实说吧，我想认识一下关书记，能不能请你帮忙引荐？这时只见吴建才的手一挥，就有4个人拿着4箱钱过来。小小心意，不成敬意，2箱是你的，这另外的2箱还请卓曼老弟帮我送到关书记面前。吴总的行贿手段，我算是见识到了，怪不得田光汉、吴三清等一批干部都被你拽下水了，看来我也赌不过去啊。行，我收了。我收了3个字，简直是吴建才耳中的天籁之音，让他大喜激动。卓曼老弟就是爽快，今天我要和卓曼老弟得罪不归。关书记，这是吴建才贿赂我的录音笔，行贿的500万我已经交给市纪委刘主任备案了。你做得好，
关书记，这些就是吴建才这么多年来违法犯法的证据 U 盘，里面都是凌云市重要干部和他的利益输送明细。大虎，这个 U 盘谁给你的？是我二说，省公安厅厅长蒋崇明让我交给关书记的。他还说他会从省里抽调警力过来帮助你们行动。蒋大虎，你立大功了，有了省里的支持，争取把吴建才铲除掉，让吴建才老老实实的交代所有问题。与他有利益关系的各级领导干部，我现在回市委召开会议，明天开始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抓老鼠行动。第二天上午，吴建才的公司就被上百警力包围了，不过遇到突发情况。刘市长，我是薛文博，有个不好的情况，需要立即和您汇报。什么不好的情况？直接说。刘市长，吴建才在整个建材实业公司大楼都被 TNT 围上了。吴建才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疯，他让整个公司的人加班，所以现在大楼里面至少还有40多个员工。一旦他引爆的话，后果不敢想象啊！本以为这一次清剿吴建才犯罪集团的行动可以圆满成功，谁能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变故？这明显是吴建才早就准备好了，甚至他知道市委要对他动手的消息，这就让刘勇心里有了怒火。你去和吴建才沟通，看一看他想要做什么。他做出这种挟持之举，明显也是无可奈何的举动。薛文博听了市长的命令，立即拿一个喇叭，朝着4楼吴建才所在办公室大声喊话：吴建才，我是公安局长薛文博，你能听到我的话吗？请你不要冲动，不要做出错误的举动，有什么诉求你可以说出来。大哥，外面有人和你喊话。我又不聋，是薛文博这个狗锤子，平时见到我一口一个吴总，没想到一旦市委做了决定之后，他薛文博反过来就咬我。要不是老子之前收买了市委的人，我可能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帮犊子要清理我。大哥，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底下那么多人都是咱的弟兄啊，这 TNT 威力不小啊。当然不会，我吴建才没有那么冷血。你去喊话，告诉下面的薛文博，我要见市纪委书记关铁林，还有他秘书军佐曼。老子花了500万，到现在都没见过他关铁林，老子心里不爽。告诉下面的人，老子1个小时内见不到铁林就炸楼。刘市长，吴建才通过手下喊话说，他要在1个小时内见到关书记和军佐曼，不然就炸楼。他只有这一个诉求吗？是，只有这一个诉求。铁林同志，吴建才指名道姓要见你和你秘书军佐曼，1个小时见不到就炸楼。如果刘市长需要我来配合行动，我没有意见。你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又是这次行动的副总指挥，我不可能同意你以身犯险。要是同意你去了，那是咱们市委的失败。不过吴建才不是喊话让你秘书军佐曼也过去吗？不如这样，让你秘书替你去一趟，了解清楚吴建才的诉求，如何？很快我被叫到了市委行动指挥室。军佐曼同志啊，吴建才的诉求是让你领导关铁林前去，但你领导身为市纪委书记，怎么能以身犯险？所以你替你领导见吴建才一面，了解清楚他的利益诉求就可以。请领导们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一定让吴建才放弃抵抗，接受法律审判。半小时后，我来到了吴建才办公室。我猜的不错，还是你来。除了我，还有谁能来见你？敢见你？军佐曼，我就想知道，你们领导到现在也不想见我，为什么？吴建才始终无法释然这个事，花了大几百万，连个面都没见到，这是他做过最失败的一次贿赂。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吴建才。是吗？我就是个违法犯法的人，我就那么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违法犯法，你是不是罄竹难书？问一问你公司地下室冷藏室里面的尸体就知道了。我冷藏室现在一共8具尸体，你想不想做第9具？从我来这里的这一刻开始，意味着什么？吴总应该清楚，如果你想杀我，后果你可得想清楚。屁股，怪不得那么多干部偏偏让你进来，果然是有道理的。吴总，自首吧，未免没有活命的机会。哼，自首？你让老子自首？让我有活命机会，你觉得我还能活命吗？就算活命，我在监狱里面蹲一辈子，老子不去，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老子的人生。吴总，这么多年你是什么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没有人能逃过法律的审判，你也不行，甚至你背后的那些人，头头脑脑们也不行。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既然你自己说了，知道了一些秘密，那我更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里。这是要对我下手了吗？军佐曼，咱们虽然见面不多，但也算认识很久了。所谓不打不相识，没有矛盾就没有今天。过往的恩怨，今天一起解决了吧？你甘心吗，吴建才？你什么意思？你师从于连生之后做了包工头，然后一路下来做到了如今的建材实业董事长。你从小没爹没妈，是师傅于连生把你养大，养到了16岁之后你自力更生。若是你师傅泉下有知，知道你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不知道他老人家会是什么感想。别说了，你师傅于连生还有个女儿叫于秀芳，于秀芳比你小3岁，今年应该也40岁了吧？
原本是你师妹，也是你的妻子，但在你建立建材实业的第2年，突然失踪了，音讯全无，对吧？你别说了，你们还有个儿子，才3岁，也音讯全无，对吧？我他妈让你别说了。吴总，有些时候想不被别人控制，就要自己想办法挽救。他们控制你这么多年，拿你师傅的骨灰控制你，拿你妻子和儿子控制你，你真的甘心吗？我不否定你罪恶多端，但你背后的那批人比你更黑、更贪婪，利用你为他们捞钱，他们才是罪魁祸首，难道不是吗？你真的甘心吗？我望着吴建才的眼睛，再一次向吴建才灵魂深深疑问：这些事情都是隐秘，是原本除了吴建才和他背后的那些人之外，再也没有别人知道的绝对隐秘。我之所以知道，就是凭借着我是重生者得知的。小田，你过来。他肚子里的孩子几个月了？3个月0-5天。吴总应该是准备和那些人同归于尽了吧？所以你想保住这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你吴建才的种。我分析到这里，有些话看起来很离谱，却也非常的现实。吴建才目光古怪地盯着我，这一刻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从诧异变成有些惶恐。小田，我对你的确没感情，只是因为你漂亮而让你为我想留个种而已。我不该赌了，赌我妻子芳芳和儿子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帮人说把他们娘俩送到了国外，但眼见为实，这么多年了，我都没亲眼见过他们娘俩。吴总，你想通了？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吴总，你恨我吗？恨与不恨，改变不了什么。我的所作所为已经注定了我的结果，我只希望你不要骗我，一定要把这帮人揪出来，绳之以法，让他们落马。走吧，你带我出去，接受法律的审判。我跟吴建才刚来到走廊，就听见砰的一声，吴建才没了。此刻我望向窗外，某个角落处绽放的红点，官场斗争的残酷性，我再一次懂了。这一次行动结束后，蒋大虎被提拔为公安局长，我跟陆毅可被借调到省纪委参与重大案件调查。哥哥被弟弟冤枉入狱，弟弟却逍遥法外。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配合成功将刘春阳抓获，本以为能顺利审讯，殊不知我们专案组出现内鬼帮他串供，于是我将计就计，发虎归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经省纪委相关领导讨论后决定，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由省纪委监察室主任苏慕云和凌云市的君佐曼担任双组长，组员陆亦可、张超。希望你们把刘春华的贪腐案查清楚。好的，胡书记，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接到任务后，调查组开了个内部会议。这位是出租车司机张师傅。今天我打车跟张师傅闲聊时，无意中得知他就是刘春华弟弟刘春阳的同学。我们可以从刘春阳找突破口。张师傅，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同学刘春阳吧。刘春阳现在做了教育局主任，牛气得很，每次凑同学聚会都是他花钱，他就是想在我们面前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今年的同学聚会还有几天就要开始了，他又能在我们面前装叉了。得知他们同学会的事，我立马有了破案的计划，于是对张师傅说道：张师傅，现在你有机会立功，对你子女升学甚至以后工作考编都有帮助，你想不想帮纪委一个忙？啥忙？你们同学聚会的时候能不能与我们进行配合？你故意刺激刘春阳，让他点贵的东西，看他能掏出多少钱。张师傅，给你透露一点消息，那就是刘春阳也是个腐败分子，存在贪污事实，纪委已经决定立案调查。如果你能和我们进行合作的话，你子女以后的路就不需要担心。那行，我配合。3天后，张师傅的同学聚会开始了，一场好戏即将上演。各位老板好，我是包厢专用服务员，你们要点些什么？锦源风尘来1份，烤鸭来1份，酱肘子来1份，四喜合菜来1份，珍珠粉丝汤来1份，小米扣海参来1份。今天不超标了，最近风声严，咱们就来6个菜，66大赦。好的，老板。张师傅见时机到了，立马说道：刚才拉个客，昨天来过锦源饭店吃饭，听说请客的那个老总给他们点了什么人头马面，那玩意老厉害了，2万多1瓶，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品尝到。哎，也没个厉害的同学请客啊。老张啊老张，你就知道开出租车那叫人头马没面。对，就是这玩意，听说喝完了老有面子了。那玩意是洋酒配咱们中餐，不是一路子，还贵2万多，没必要啊。此时张师傅没有接茬刘春阳的理由，而是叹气说道：还有这个大饭店最贵的一道菜叫鸳鸯鱼块，咱也不知道是啥东西，听说也嘎嘎贵，8000多一份，要是今天能吃到那就有福了。不就是人头马，不就是鸳鸯鱼块吗？有啥的？别人能吃能喝，我刘春阳的同学一样能吃能喝。点，现在就点！来来来，那小子点。老板，点这个需要先付款。你怕我花不起钱啊？老板，这是饭店规定。拿去，现在就买，我买双份，2瓶人头马，2份鸳鸯鱼块。我拿到银行卡之后，来到了走廊，把卡交给了陆亦可，让他们去查。很快又返回包厢。10分钟后，苏慕云带人来到包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慕云，即将省纪委专案组组长。刘春阳，这张里面有500万的卡是你的吗？同志，我可以作证，这张卡就是老刘的，他还要请我们喝人头马、鸳鸯鱼块，就是用这张卡买的单。老张，你他妈别乱说！我咋了？说的不对吗？
再问你一次，刘春阳，这张卡是不是你的？是我的。你承认就行。现在通知你，你被双规了。张超、陆亦可，你们俩把他押回省纪委办案宾馆。我跟苏慕云刚回到省纪委宾馆，就被省纪委副书记张同文的秘书刘飞拦住了去路。你好，军佐曼同志，我是张书记的秘书，张书记要见你，跟我走一趟吧。佐曼，既然张书记要见你，你就去吧，我在这等你。你就是军佐曼同志吧？突然把你叫过来，没有耽误你工作吧？没有耽误。那我开门见山了，我现在的秘书要下放去基层去锻炼，缺一个如意的秘书。我觉得你不错，你给我当2年秘书，你意下如何？张书记，这件事我说了不算，即便我答应也没用。我的领导是凌云市纪委的关书记，您得去和他去说。有机会我会提的，培养年轻后备干部是我们这些高级领导应该做的事情。军佐曼同志，听说你现在负责双流案，书记还关心这种小案子，您还真的是细心。细心是每一个高级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我也不例外。这个案件进行到哪一步了？张书记，有关案情的进展，我现在还无法判断真假，所以不敢乱说，以免扰乱纪委同志办案，扭曲案件的真相。想从我嘴里套话没门，张同文见我不肯说，也就放弃了。佐曼，你没有得罪他吧？得罪肯定是得罪了，不过没有留下任何画饼。没留下画饼就好，走吧，审讯刘春阳。刘春阳，请你不要对抗纪委调查。现在针对你银行卡里500万余额这件事，请你老实回答，这500万元是怎么来的？钱是我炒股得到的，这是我合法收入。是哪只股票？什么时候购买所得？每股多少钱购买？买了多少股？又卖了多少股？盐湖股票2月份购买，单股3块5，我买了10万股，涨到了80元一股的时候，我全部抛掉，一共获得500多万。他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不对，肯定有人见过他。我不相信被双规的时候已经被吓瘫快吓尿的刘春阳，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自信了，而且如此条理清楚地回答审查，所以肯定是中途有人见过他，有人给他传话，出现内鬼了。苏组长，今天我们就审到这里了，走吧。佐曼，怎么突然停止审问了？刘春阳有问题，有人和他串供，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暮云，咱们中计了。什么意思？没想到对方这么无耻，而且手段这么多，甚至把张同文副书记都搬出来了。你的意思说，张同文叫你过去，就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目的就是给刘春阳串供？会不会是你想的太复杂了？那可是省纪委副书记，不至于亲自下场吧？我问你，省纪委副书记如果想知道今天的行动，会很难吗？一点都不难，别说是省纪委副书记，就算是个省纪委的科长，想知道今天的行动，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所以张同文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问今天行动成果，问我双流案？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我们组里出现内鬼了。那会是谁？你跟我不可能是，还有跟我一起来的陆亦可不可能是，剩下的就只有那个张超了，应该是他。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既然刘春阳说他卡里的500万是炒股所得，而且炒的还是盐湖股份，那就简单了。这只股票在鹏城交易所，我有个同学就在里面工作，可以帮着查一下，就知道真假。然后把张超放虎归山之后，再敲山震虎。可以，那就这么做。大家今天辛苦了，明天再对刘春阳审讯，现在都回去休息吧。好的，组长。散会后，张超立马打车走了。事情办妥了，有风险，很大的风险，我容易暴露，你们以后不要给我出这种难题了，好吗？这是最后一次，刘春阳已经拿到纸条了，放心，他知道该怎么做。行了，挂了吧，见面聊。暮云，我们跟上去，他得手后一定会去报信的，看他去哪。10分钟后跟到张超在七彩 KTV， 他就下了车进去了。我是苏慕云，陈所，有事拜托你，在你们派出所辖区有一个七彩 KTV， 你带队去突袭七彩 KTV， 查一查有没有违法的情况，格外注意公职人员是否涉猎这样的场所，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把人扣住。好的，等我电话。半小时后，苏慕云接到电话，来到了派出所，见到了张超。麻烦你们了，陈所，人我们就带走了，有问题随时沟通。现在请带我们去见另外一个。刘秘书，跟我们回省纪委吧。回到省纪委宾馆，刘秘书交给其他同志处理，我跟苏慕云审张超。张超，你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坦白，我交代，刘春阳是我一个亲戚，我当年能够进入体制内，就是他帮的忙，找的人，直到昨天晚上，那个刘秘书找到我了，叫我把纸条给刘春阳。刘春阳贪污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光我知道的事情就有10多件吧。2001年，当时的刘春阳贪污了50万。事情是这样的，在这半个小时之内，张超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刘春阳的贪污腐败证据都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除了这些，还有吗？就是这些了。大概我所知道的这些贪污行为，大概涉案就有500万之多。第二天一早，拿到了张超的笔录，加上我同学查的股票记录，我们立马审问刘春阳。刘春阳，你所说的炒股，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并不存在。另外，你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张超同志因为给你提供消息，帮你串供，目前已经接受组织调查，并且停职反省。
他听到我的话，基本上心里拔凉一片，放弃了抵抗。我交代。说吧，先交代一下你家里地下室200万赃款赃物的问题。地下室里面的200万的确是我的，包括名烟名酒字画都是我的，只是我以我大哥名义把这些东西过户给他的。你大嫂卡里面的钱怎么回事？也是我给的，他们都不知道。我也是为了转移我贪污的钱，不想都堆在我这里，故意转他卡里的。也就是说，你大哥刘春华的贪污证据都是你故意制造的，是这个意思吗？我问了最关键的一句话，只要刘春阳回答是，那么刘春华的案子其实也可以结束了，洗刷了冤屈。是的，我大哥刘春华是被冤枉的，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如果纪委让我证明的话，我可以证明他不是贪污分子。好了，可以结案了，你等待审判吧。左曼，我爸要见你。省纪委书记突然要见我，这是找我干嘛？